楚离，楚离，你要做什么？洞房花烛夜，你猜本王要做什么？被烈酒熏过的嗓子，性感的一塌糊涂，却也是可怕的让人心慌呢。顾云熙猛地睁大一双云眸，浑身忍不住一阵轻颤。楚离从不在他面前自称本王。不要这样，你先放开我！他开始挣扎，然后才发现双手被绑得很紧，根本挣不脱呀。顾云熙只觉得浑身一阵冰凉。他明明就是楚离呀，那张脸，那颗美人痣如此熟悉。可是为什么他今夜给他的感觉却和平时完全不一样？感觉到他炙热的唇在他的背上一寸寸划过，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最后他滚烫的唇回到他的脖子上，忽然张嘴咬了一口。楚离，楚离，入眼是楚离那张好看的脸，他眼角的美人痣十分清晰。抱歉，昨夜喝了酒，又是第一次，有些失控了。原来他也是第一次啊！顾云熙那张苍白的小脸有些火辣。别怕，我以后会努力克制。君楚离低头吻住他的唇，薄唇从他的唇上沿着脖子一路往下。等一下，让我再看看你。他依旧看着他眼角的美人痣，有些失神，总觉得此时此刻这颗美人痣少了几许温和，却多了几分狠厉。君楚离盯着他的眉眼，唇角扯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若他日我没了这颗美人痣，你还能将我认出来吗？四皇兄，我脸上是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吗？他一直盯着他的脸，顾云熙哪怕没有抬头也能感受到。君夜璇没说话，只是那目光始终锁在他的脸上。四皇兄是有话要提点我吗？君夜璇薄唇轻抿，依旧是不说话，看他的目光却说不出的火辣，就像是要将他的衣裳脱光那般。他是他夫君的兄长，用这样的眼神来看他，有些过分了。四皇兄，若本王眼角也有一颗美人痣，你是不是还能分辨出夜里压在你身上的男人是谁呀？顾云熙吓得差点从座椅上滚了下来，做梦都没想到四皇兄竟然会对自己说这种话。脑海里浮想起昨夜，他脸一红，下意识揪住自己的衣襟。你在本王面前如此娇羞，是在勾引本王？四皇兄误会了，四皇兄若是不喜欢，我下去便是了。此时马车忽然一个加速，刚站起来的顾云熙猝不及防的一头滚在了地板上，低头就看到自己抓住了些什么东西，再看才发现是男子的衣袍。对不起。顾云熙手忙脚乱，赶紧要爬起来，不料马车又是一阵颠簸，竟然让刚站起来的顾云熙再次倒了下去，这次倒在了君夜璇的身上。顾云熙吓了一跳，慌忙将自己的手收回去，一张脸红得似能滴出血来。他竟然一不小心碰到了四皇兄。放肆！君夜璇眸色一沉，一把扣住他的下巴，五指一紧，立即将他的脸抬了起来。你已经嫁给楚离，还敢公然勾引本王，如此不守妇道，该当何罪？四皇兄，我没有。顾云熙握住他的手，想要将他推开。君夜璇的力气很大，他根本推不动。刚才你碰到了什么？我不是故意的。四皇兄，你猜本王信不信？君夜璇的手指头在收紧，顾云熙立即能嗅到危险的气息。他的脸被抬了起来，被迫迎上君夜璇的目光。纤细的身体因为心慌在微微颤抖。从君夜璇的角度往下看，还能隐隐看到他的锁骨以及胸前一片雪白的肌肤。四皇兄，你若生气，你可以惩罚我，但
但请你放手！顾云溪抡起拳头打在他的手臂上。如何惩罚？你摸了本王，是要让本王摸回来的意思？不是。可本王做事一向讲求公平。四皇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君夜玄很快就让他知道自己的话是何意。不要！顾云溪气得反手一掌朝着他拍了过去，却不想手才抬起来就被他轻易禁锢。哼，身手竟然还不错。君夜玄冷笑，可惜遇到的是他，这点招数在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四皇兄，你住手！你放开我！放开！感觉到他的手还在往下滑，他气得几乎要晕过去。别碰我！我是楚离的娘子。男人的手在他臀上停了下来，顾云溪大气不敢透一口，他冷静下来了，无法反抗，只能求饶。我是楚离的娘子，你不能这么对我，楚离会生气的。四皇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他能不能看在楚离的份上放过他一次？顾云溪小心翼翼道歉：对不起，四皇兄，我真的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以后再也不会了。顾云溪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可他现在很怕他。男人的大掌还在他的臀上，指尖似乎在无意识轻轻敲着，就好像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继续惩罚他那般。哼，你以为在本王手底下你能逃到哪里去？你觉得委屈？顾云溪咬着牙紧紧握着拳头，最后忍了。不敢，是我有错在先。君夜玄最后淡漠地看他一眼，那一眼是完全没有温度的。之后他拿出兵书，再慢悠悠地翻阅，对他并没有半点留恋。不知道过了多久，君夜玄忽然冷冷道：下次再敢勾引本王，本王饶不了你。这位四皇兄，以后没什么事最好不要再与他见面，最好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刚到宫中，两人还没来得及下马车，不远处就传来了八公主的声音：是五皇兄，我很久没和五皇兄说过话了，我要过去和五皇兄说说话。哎，那是你四皇兄的马车。二王爷君南亭立即阻止：怎么可能？八公主瞪着他：刚才街上哪怕隔着帘子，我都看到里头两人抱在一起。若不是五皇兄和五皇嫂，难道是四皇兄抱着五皇嫂？琉璃，不许乱说话。我就说那是五皇兄。二皇兄，不信你跟我过去瞧瞧。两人竟真的朝他们的马车走来。顾云溪惊得心跳不断加速，忍不住看向君夜玄。刚才他不小心和四皇兄纠缠在一起，没想到竟然被八公主看到了，这事儿根本说不清楚。五皇兄！君夜玄却始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仿佛这事儿跟他没有半点关系。就在八公主靠近马车，顾云溪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时候，君夜玄忽然扣住顾云溪的手腕，将他一把拉了过去，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胸口一凉，顾云溪惊愕地发现自己的衣襟被他扯开了，正要用力挣扎，却听到君夜玄低声道：叫。之后顾云溪哪里是故意的，被君夜玄撞了一把，叫声顿时脱口而出，力气那么大，疼死了。他皱紧了眉心，忽然间好像明白了君夜玄的用意，只是这办法会不会太冒险了些？万一八公主真的将车帘掀开，顾云溪不及多想，咬着唇，在君夜玄再一次压下的时候，破碎的声音缓缓出口。八公主猛地停了下来，瞪着一双惊愕不已的眼睛。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有碰撞声，还有女子的低叫。琉璃，别多事。二王爷脸色瞬间就红了，拉着他赶紧离开。真是没想到，五皇帝新婚燕尔，竟如此心计难耐，就连在马车上，真是太任性。
很快就远离了这一方。直到再也听不到二王爷和八公主的声音，顾云溪才狠狠松了一口气，立即用力推了君夜玄一把。四皇兄，你快起来！利用完本王就要一脚踢开，本王是你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四皇兄，下一刻他却已经从他身上起来，长袖一拂，人回到坐垫上，便又是一副高冷到生人勿近的模样。哎呀，顾云溪心里一团糟，唯一能想到的是以后一定要离他远点，最好再也不见。马车终于在雍阳殿停了下来，好巧不巧，八公主和二王爷也到了，两人竟然是来给皇上和皇后请安的。顾云溪刚掀开门帘，远远看到两人的身影，就惊得顿时将门帘放下。怎么办？他们刚才可是以为他和楚离在车上亲热。顾云溪还来不及说什么，外头燕北已经压低声音道：王爷，此时下车的只怕得要是离王才行了。王妃可有办法给王爷画上一颗美人痣？可皇上对他们俩如此熟悉，当真会认不出来吗？王妃，八公主和二王爷似乎要过来。燕北再次提醒。顾云溪吓得手忙脚乱，赶紧从婢女给他准备的东西里翻了起来，没想到还真翻出来一点胭脂水粉。他拿起眉笔挪到君夜玄的跟前，咬了下唇，小声说：四皇兄。叫本王什么？见他脸色更加不好看，顾云溪想了想，顿时心头一亮，他答应了。楚离？没错，从这一刻开始，他必须是君楚离。没多久，一颗美人痣就画在了君夜玄的眼角之下。真的像极了。脑海里，这张脸和压在他身上的男人的脸，慢慢的就重叠在了一起。楚寒，如今还能分得清昨夜压在你身上的男人是谁吗？顾云溪彻底愣住了，心惊胆战。君夜玄却不再多说，从马车上率先下来，回头朝顾云溪伸出手。不远处，八公主眉眼一弯，笑着跑了过来。五皇兄，好久不见啦！五皇帝，今日是带新媳妇儿回宫请安吗？恭喜恭喜啊！燕北冲顾云溪恭敬道：王妃，时辰不早了，也请尽快到大殿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吧。我知道了。顾云溪怀着万分忐忑的心跟上了君夜玄的脚步。请安的过程繁琐复杂，玄王爷伪装的君楚离竟然真的没有被认出来。皇祖母最近身子不适，儿臣想尽快去看看她。好。皇后却看着顾云溪，笑着说：离儿的身子一向不好，以后你得多担待些。顾云溪心里有些疑惑，楚离的身子哪里不好了？他们相识一整年，就未曾见过楚离几时身子不适的。知道了，多谢母后提点。他脸色一沉，忽然长臂一伸，将他一把搂了过去。你做什么？本王与父皇母后不常相处，但与皇祖母时常见面。几句话，顾云溪立即就懂了。他深吸一口气，很快就冷静下来，努力适应着与他站在一起的感觉。之后他挽住了他的手臂，只是进门之前还是忍不住小声问了句：楚离到底去哪儿了？皇家的事你想掺和？君夜玄垂眸盯着他的脸，顾云溪摇摇头：不想。他只是想知道自己几时才能见到楚离。宁安宫里，太后早就在等着他们。今夜你们就住在这儿，明日一早哀家要和希儿去一趟太和殿，给列祖列宗上香，让祖宗保佑希儿快些给皇家开枝散叶。皇祖母，王府与皇宫离得不远，我明日早些过来便是了。和君夜玄以夫妻的身份住在这里，夜里势必要住到同一间寝房。他怕自己还熬不到明日日出，就被君夜玄吓死了。今夜哀家还得让国师祈福，给你们送子孙汤。你们若是回去了，
哀家这趟得送到哪里去？皇祖母，希儿是嫌弃哀家这里简陋吗？太后倒也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依旧是一脸笑意。既然哀家这里闷，梨儿，你就带她在御花园到处走走吧。不过今夜，太后是严肃的，也是不容拒绝的，一定要住在哀家这里，知道吗？顾云熙看着君月璇，倒是希望他能开口拒绝。刚才对着皇后的时候，不还是很厉害的吗？却不想君月璇竟颔首道：好，孙儿遵命。于是晚膳之后，顾云熙和君月璇走在御花园里，风景的确无限好，顾云熙却一路低着头，根本无心欣赏。楚离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今夜真的要和这个四皇兄住在一个房间里吗？这谎言真的是越扯越深了。他低头走在君月璇身后，没注意到走在前头的男人忽然停了下来。君月璇回头的时候，顾云熙猛地撞入他的怀中，顾云熙被他不轻不重一甩，砰的一声撞在了假山上，抬头就对上他冰冷刺骨的眼眸。四皇兄，你的……不想君夜璇竟脸色一沉，猛地压在了他的身上。本王是不是说过，若敢再对本王图谋不轨，本王定不会饶你。我对四皇兄没有任何想法。顾云熙怔了怔，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君夜璇的身体和假山之间。放手！四皇兄，请你自重。哼，该自重的人难道不是你？是谁主动对本王投怀送抱？你是楚离的王妃，却三番四次投入本王怀中。顾云熙，你嫁入王府，究竟有什么目的？他的目光落在他的脖子上，白皙的脖子上，男人留下的印记清晰暴露。君夜璇忽然压了过来，他甚至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四皇兄，你要做什么？你放开我！你对本王投怀送抱，你以为本王想要做什么？君夜璇的声音是冰冷的，压过来的身躯却一片火热，尤其他如今的身体紧绷得厉害。四皇兄，你是楚离的兄长！顾云熙奋力挣扎，可他发现自己越是挣扎，两个人的身体就贴得越紧。一个是楚离的王妃，一个是他的兄长，两人现在这模样太无耻了。四皇兄，放开！君夜璇却低头盯着他的脸，仿佛在欣赏他的惊恐不安。你对本王投怀送抱的时候，可有想过本王是楚离的兄长？我真的没有，我没有想到你会停下来。四皇兄，就当是我的错，你先放开我。所以你承认你是故意的？不是。顾云熙一阵愕然，他的话有这么难理解吗？他发现跟他无法沟通了。四皇兄，你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本王并非什么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顾云熙看着他，有片刻的怔愣，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可下一秒，君夜璇就用行动将他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他的身体被翻了过去，背对着他，君夜璇的大掌压在他后腰上，顾云熙便彻底无法挣脱。他扶着假山的石壁，还来不及挣扎，忽然就感觉到下身一凉，他竟然将她的裙子撩了起来。啊，不！顾云熙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然惹上如此可怕的人。这里是深宫禁院，轻易会被人发现，他竟然敢！四皇兄，你放开！忽然不远处哐当一声，有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碎了。顾云熙猛地一震，一颗心瞬间凉透了。君夜璇眯起眼眸，回头便看到不远处一个小宫女站在道上。玄王爷饶命！玄王爷饶命啊！玄王爷和黎王妃在御花园幽会。宫女吓得浑身颤抖，差点晕死过去。君夜璇终于松开了顾云熙。顾云熙刚松了一口气，就看到君夜璇转身向宫女走去。莫名的他一阵心慌。四皇兄，不要！传说中的玄王爷心狠手辣，
铁腕无情。被人看到自己和他纠缠在一起，他是不是要杀人灭口？玄王爷饶命，饶命！你叫本王什么？说，本王是谁？君叶璇的脚踩在宫女的手背上，那宫女顿时惨叫了起来。说，你叫本王什么？君叶璇的脚加重了力道，顾云溪分明听到宫女手指骨被踩碎的声音。李王爷！侍卫被惊动了，正在赶来。你最好记清楚，你今夜见到的人是谁。君叶璇一脚落在小宫女的身上，小宫女被踢飞出去，砰的一声落在地上，吐血昏厥。顾云溪想过去查看她的伤势，却被君叶璇一把扯了回来。那么，你呢？方才，你与本王在做什么？君叶璇的目光落在顾云溪的身上，顾云溪胸口一阵窒息，迎上他冷得毫无温度的眼眸，他声音阴哑：方才四皇兄只是带我在御花园闲逛。君叶璇却忽然上前一步，逼近了他。当真？只是闲逛？他勾起薄唇，唇角荡开的笑意冰冷刺骨。难道不是你勾引了本王？本王被你诱得热血沸腾，差点被你强了。顾云溪发现自己继续和君叶璇走在一起，早晚得被他吓死。他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四皇兄说笑了，不过只是随意走了走。四皇兄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你知道回去的路？我可以问路过的宫女太监。不远处不是还有几个侍卫？就算是一个人摸索回去，也好过跟在这个男人的身后，实在是太危险了。本王既答应过陪你到处走走，就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他一挥衣袖，侍卫根本不敢靠近，自然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是玄王爷还是李王爷。君叶璇举步往前走，顾云溪犹豫了下，终于还是继续跟在了他的身后。回到房中，惊魂未定，顾云溪立即说：四皇兄，我再给你画一颗美人痣。不高兴，反正你勾引本王，本王顶多添一笔风流韵事，死的是你和将军府的人。四皇兄，哼，本王心狠手辣，杀戮无常，你猜本王会不会为了你和将军府的人委屈自己？他冷哼，就是不愿意配合。呵呵，顾云溪知道了，这家伙竟然在生气，是气他刚才怪他对小宫女太狠了吗？我错了，四皇兄刚才是为了我好，是我自己心太软。笑话，本王岂会为你考虑？四皇兄，我真的错了，我求你了，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偏偏这个时候，外头竟然传来燕北的声音：王爷，王妃，嬷嬷来了。嬷嬷是来送子孙汤的，为了不让子孙汤凉了之后影响药效，嬷嬷都不顾燕北的阻拦，人就已经走到了门口。王爷，王妃，太后命奴婢伺候两位喝下子孙汤，奴婢要进来了。顾云溪一听，再看君叶璇那张干干净净的脸，下一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然快步过去，一把捏着君叶璇的下巴，将他的脸抬了起来，眉笔落在他的眼角之下。君叶璇眸色一沉，这女人，她竟敢如此无礼，哪来的胆子？一看两人现在的姿态，嬷嬷顿时笑逐颜开。哎呀，王爷和王妃还真是恩爱呢。顾云溪有些不明所以，顺着嬷嬷的目光低头一看，不看还好，一看顿时惊得花容失色，赶紧要下来。刚才情急之下，为了要给君叶璇画上美人痣，他竟然直接跨坐在他的腿上去了。顾云溪心惊胆战的要下去，却不想后腰忽然一紧。楚离，别这样，嬷嬷在呢。哼，嬷嬷难道还会妨碍本王与自己娘子亲近不成？君叶璇嘴角却噙着一抹冷笑，不以为然盯着他。有胆子对本王无礼，就该有承担后果的勇气。顾云溪是真的后悔了，他不该惹这个男人，
现在只希望嬷嬷可以赶紧离开。是皇祖母送的汤吗？子孙汤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大概就是进补的汤药吧，反正喝了也不会死人。哎呀，奴婢真是该死！国师说了，子孙汤必须得要趁热喝。其中一碗交给顾云溪之后，另一碗嬷嬷端到了君叶璇的跟前。王爷，你也赶紧喝下，是太后的一番心意呢。君叶璇却对着汤一脸嫌弃。我替他喝了。快速喝完自己那碗，就想将君叶璇那碗也喝掉。嬷嬷赶紧躲开，笑得意味不明。哎呦，这种汤可不能多喝，国师开过光的，得要王爷也喝一碗才行。但君叶璇始终不为所动。顾云溪将汤接了过来，凑到他的唇边。楚离，你也趁热喝了吧。君叶璇看了他一眼，这女人一张脸苍白如纸，再吓唬他，怕是真的要将他吓晕了。莫名的有些心软。终于他低头，在顾云溪的伺候下将整碗汤喝掉。奴婢就不打搅王爷和王妃了，祝王爷和王妃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嬷嬷出了门，看着燕北。太后有事儿，请你过去帮个忙。房间里很快就只剩下君叶璇和顾云溪两个人。难得的，君叶璇没有再为难自己。顾云溪赶紧从他腿上下来，快速后退，躲在角落里，躲得远远的。你以为本王对你真有想法？四皇兄自然不会对我有想法，我没有多想，四皇兄多虑了。好像有点热，秋叶怎么会热？好奇怪。顾云溪转身想要走过去开窗透透气，不料刚走了2步，就忽然双腿一软，一头往地上栽去。四皇兄，你不是刚刚还坐在椅子上的吗？他怎么可以走这么快？一转眼就来到了他的身旁。好热，为什么会越来越热？君叶璇眉目沉了下去，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热，他也热。一股火热的气息从小腹下升起，一瞬间就冲上了脑门。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传说中的子孙汤竟然是下了媚药的汤。四皇兄，我难受。君叶璇将他扶到床边，正要将他放下的时候，他竟忽然伸出手，一把将他抱住。我难受。再强大的内力也扛不住他在自己怀中乱蹭的诱力啊！不过是坚持了片刻，君叶璇的额上便全都是热汗。四皇兄，你知道你现在抱着的人是谁吗？君叶璇的声音阴哑到极点。顾云溪知道，他知道他是四皇兄，可是他真的很难受，他好想抱着他。四皇兄，那2条软的没有任何力量的手臂将他的腰抱住，他软软的身躯在他身上不断磨蹭，被他蹭了下，君叶璇的意志力就彻底崩溃了。你最好离本王远点儿。他的指尖绷得紧紧的，想要运功抵挡，可这女人在自己怀中不断乱动，她的气息越发凌乱，身上的每一条神经都在叫嚣，抱他，亲他，用力要他。君叶璇用力闭上眼，哑声道：本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四皇兄。女孩不仅没有将他放开，甚至她将他抱得更紧。你自找的。顾云溪被他啃得有些疼，当他的舌尖将他唇瓣撬开，长驱直入，疯狂索取的时候，他丢失的意志好不容易回来了一点。猛地，他睁大一双水雾萦绕的眼眸，吓得浑身颤抖。四皇兄吻了他，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可是他没有力气将他推开了。四皇兄。因为常年征战而显得有些粗粝的大掌从他的领口探入，将他纤细的身躯用力掌控。四皇兄。君叶璇将他握得更紧，
沙哑的声音在他滚动的喉结深处挤出。别怕，我在。那声音真的好好听啊，听得他醉眼朦胧。四皇兄，两人不知怎么的就滚了下去，他霸道的气息将他彻底淹没。好热。他的吻好霸道，却又好甜。当他吻得越发深入的时候，顾云熙忍不住抬起自己去迎合，眼角那2滴泪却无声滑落了下来。他其实是有意识的，他甚至清楚地知道他是君叶璇，可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抱他、亲他、回应他，就像是有一种魔力在强迫他必须要这么做。顾云熙无能为力，只能一边哭着一边欢愉地接受他的掠夺，上不知何时被扔了出去。君叶璇从他怀中抬起头，低头盯着他蒙了一层水雾的双眼，滚烫的掌扣住他纤细的脚踝，猛地一扯，他压了下去，肌肤相亲，哪怕只是贴着都舒服的让人想要尖叫。顾云熙叫不出声，他的心很痛，痛的眼泪狠狠滚了下来，身体向他靠去，眼泪却一发不可收拾。今夜之后，他再没有脸面见楚离了，从此只能是陌路人。楚离，一句呼唤像是一把刀狠狠扎入了君叶璇的心脏。视线里的他，脸上那湿漉漉的泪痕越发清晰，君叶璇扣着他的脚踝的手指慢慢在收紧，甚至在颤抖。该死的妖秀！忽然他一把将他丢开，啪的一声拿起不远处的一个花瓶砸在了桌上，清脆的破碎声让顾云熙捡回了一点理智和力气。他下意识撑起自己的身子，侧头望去，竟然看到站在桌旁的君叶璇拿起那半个碎花瓶，狠狠扎入自己的腿上，一瞬间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四皇兄！顾云熙被吓了一下，更加清醒了。他为了清醒过来，竟然伤了自己，视线里满眼的猩红，惊得顾云熙下意识要下床去看看他的伤势，却不想他身上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君叶璇在他快要滚下去之前将他扶起。四皇兄！顾云熙抬头正迎上君叶璇湛黑的眼眸，四目相对，刚才电光火石的画面瞬间回到脑际。顾云熙的心狠狠地颤抖了起来，已经那么亲近了，毫无保留的两人紧紧贴在一起。他压下来的时候，他甚至都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坚硬滚烫，只是差一个用力。经历过这样的事，现在还怎么跟他相处啊？最可怕的是，刚清醒没多久，顾云熙的意识又开始变得模糊，身体依旧很热。怎么办？他好想抱他，他控制不住自己。四皇兄！他还在吐血，血腥味儿冲击着顾云熙的灵魂。这次他算是真的清醒过来了。还难受吗？君叶璇低头看着他，顾云熙摇了摇头，想要从他怀中爬起来，竟然还是没什么力气，一不小心又摔回到他的怀中。他手忙脚乱的，最后还是君叶璇扶着他，让他靠在床头上。他一挥手，被子被盖在了他的身上，挡去满眼春色。心头躁动才总算又平复了几分。顾云熙在慢慢恢复力气，一不小心两人的视线又碰到了一起，房间里的气氛暧昧而怪异，很明显彼此都想到了刚才的画面，就差那么一点点了。若不是看到他眼角的泪，听到他呼唤楚离的名字，他及时回过神来，现在他早就已经是他的人，毕竟都碰到了。借这事，怪本王警觉性不够，与你无关。顾云熙愣了下，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又小气又残暴的玄王爷竟然会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有些不可思议。不管怎么样，先处理了伤口再说。
花瓶的碎片还粘在皮肉里，他看着都觉得头皮一阵发麻。他就真的不会疼吗？顾云溪想从床上下来，君叶璇瞅了他一眼，还想让本王抱着回去？本王不保证，下次抱上了，是不是还能忍得住？我不是。但他现在不想跟他吵架，他的伤口真的让人看着难受。我可以了。只是被子里的自己还是一丝不挂的，没办法下去。他看了君叶璇一眼，四皇兄，你能不能先转过去回避一下？不高兴，又不是没看过，转什么转？四皇兄，顾云溪瞪着他，一难受，脸色又变得苍白了。他现在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劫难过后也不知道该庆幸还是绝望，总之很不好受。他却怎么看起来还像个没事人似的，就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吗？他们差点就做了对不起楚离的事情，他为何还能如此轻松自在？顾云溪看着他，眼睛红了。四皇兄，求你了！最终君叶璇终于转过身，虽然还是有点情绪，但顾云溪好像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其实这位冷酷无情的四皇兄也不是真的那么没人情味的。他甚至帮他将地上的衣裳都捡了起来，送回到床上了。之后他走到一旁坐下，看着腿上的伤口，也是有几分无奈。燕北被支走了，此时又不能让御医过来包扎，只能看着伤口流血干瞪眼。顾云溪好不容易穿好衣裳，一回头就看到君叶璇撕下一块布条，打算将腿上的伤口随意扎上。他急了，四皇兄，伤口上还有碎瓷片，得要先清理的。走向不远处那口箱子，脚步还是有些虚浮无力。那箱子是婢女给他准备的，里头还有他的针包。见他拿着针包回到自己跟前，君叶璇挑眉：本王为何不知？你还懂医术？我与四皇兄从未相处过，我的事情四皇兄又能知道多少？你希望本王知道多少？顾云溪没说话，但愿以后和他不再有什么接触，所以最好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如何用来防身杀敌？他皱起了眉。顾云溪在他腿边跪坐了下去，将药箱打开，开始给他清理伤口。我这些东西不是用来杀敌，是用来救人的。君叶璇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的手指头。那小巧葱白的指头比他想象的还要灵巧。顾云溪一直有注意他的脸，这张完美的脸上如今冒着一层细汗，但他却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不疼吗？本王能在你面前像个女人一般叫喊吗？那真的不疼吗？他哼都不哼一声，弄得他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在给死人处理伤口。死人，心里莫名有些难受。四皇兄，疼死了，快点！君叶璇的口吻十分不善。顾云溪松了一口气，这才是他认识的四皇兄吗？霸道野蛮，脾气还很不好。他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终于在午夜之前给他将伤口处理好。之后顾云溪扶着桌子站了起来，站起来之后人依旧是有些头重脚轻的。他慢慢回到箱子前，刚将药箱和针包收拾好，回头就看到君叶璇站了起来，再走向他。四皇兄，我是楚离的娘子，你再对我无礼，楚离是会恨你的。哼，你真的能分清本王和楚离？你当真知道与你洞房的人是谁？顾云溪立即想起来洞房花烛夜那一夜的疯狂，男人在他身后将他的脸掰了过去，深吻，吻得很深很用力。他想看他一眼，可他不允许。每次他想要回头看他，就被他可怕的力量折腾得失控尖叫。他始终看不清他的脸，看不清他那双眼眸里到底有什么。此时的顾云溪看着君叶璇，纤细单薄的身子慢慢就颤抖了起来。他
他忽然将他一把抱起，顾云溪吓得一掌推了出去。别碰我！君叶璇没有任何防备，胸膛硬生生地接了他一掌，一缕血丝立即沿着他的唇角滑了下来。顾云溪猛地清醒，才想起来，他今夜用内力压制药性的时候已经受了内伤。君叶璇将他丢在床上，不轻不重的撞得他有些疼。他赶紧爬起来，却见他走到刚才的长椅上躺了下去。原来他将他抱起来丢到这里，是因为他打算今夜睡长椅。他还以为……顾云溪咬着唇，瞪着他的背影，心里还是万分忐忑。这混蛋刚才说的话将他吓到了。万幸他躺下去之后，呼吸很快就均匀起来，似乎睡着了。顾云溪看着他冷硬的背影，心里还在一直防备着，以为今夜一定会无眠。但他不知道的是，连一盏茶的时间都不到，他就睡着。楚离，却不想转身之际，顾云溪看清楚男子的脸。他一身白衣，是君楚离喜欢穿的颜色，可他的眼角并没有那颗标志性的美人痣。他是四皇兄君叶璇。一瞬间，顾云溪浑身僵硬。看来就连武皇帝的这位新婚娘子也会轻易将本王和武皇帝错认啊。玄儿往日从来不穿白衣，别说希儿瞧不出来，就是哀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也认错了。来来来，希儿快过来，坐在哀家身边。太后拉着顾云溪的手，顿时皱了眉。怎么手如此冰凉？是不是池边的风太大冻着了？我没事，皇祖母不用担心。顾云溪在他身边坐下，尽量远离君叶璇。他没有画美人痣，他今日是以玄王爷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可他昨夜才以楚离的身份和自己住了下来。这家伙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快去给王妃送一件外袍过来。何必如此麻烦？穿本王的便是。我真没事，我不需要。这是在嫌弃本王的衣裳，还是嫌弃本王这个人？君叶璇的声音不冷不热地传了过来。顾云溪心头一寒，忘了拒绝，衣袍便被披在他的身上，还带着他的体温，让人莫名心惊胆战。你是离儿的亲兄长，与离儿从小感情深厚，希儿怎么会嫌弃呀？你看你一句话，弄得我们家小希儿浑身不自在的。太后牵起顾云溪的手，笑着说：他就这样，脾气又硬又臭，你别介意。不过呀，你看他对任何女子都是冷冰冰、爱理不理的，唯独对你，连衣裳都愿意给你穿，可见你这个弟媳在他心里和其他女子有多不一样。太后几句安慰的话，却让顾云溪浑身冰凉。他忍不住抬头看了君叶璇一眼，昨夜的画面顿时回到脑海里。一想到自己曾在他的身下与他吻得天昏地暗的，顾云溪心里就一阵不好受，下意识将身上的衣裳扯了扯，想要脱下来，却又不敢。哼，再敢嫌弃试试，本王会让你尝到后悔的滋味。他冷哼。顾云溪拿着筷子的手抖了抖，哐当一声，筷子都碰到碗了。我没有。臭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太后瞪着君叶璇，怒气腾腾的。再欺负我们家小希儿试试，哀家也让你尝尝后悔的滋味。真是的，没看到小希儿都吓得要瑟瑟发抖了吗？不知道自己那暴脾气轻易会把人吓死吗？皇祖母。顾云溪只想赶紧休战，可不想再生事端。小希儿啊，你别理他，他天生就长这样一张臭脸，你当看不见就好啊。没事没事，赶紧吃，吃完了我们还要去太和殿祈福。顾云溪点点头，低头用膳，没再说话。
时辰不早了，早膳过后，太后和嬷嬷先一步去了太和殿，与国师一起做准备。顾云熙又坐上了君叶璇的马车，再看一眼他那一身白衣，他忍不住了。四皇兄，你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君叶璇没说话，只是一直盯着他，那眼神乍看似冷，再看却又火辣辣的，又是这种高深莫测的目光，看得顾云熙一阵心惊胆战，手下意识揪住了门帘，现在下去还来不来得及呀？谁知这个念头刚才在脑海里闪过，就听到君叶璇带着危险气息的声音冷冰冰响起：想被脱光扔出去，就掀开它试试。那门帘他再也不敢碰一下，狠狠瞪了君叶璇一眼，却敢怒不敢言。早知道昨夜就不给他包扎伤口，把他身上的血流光算了。一天到晚就知道欺负人，这个混蛋！楚离善良温和，怎么会有一个脾气如此恶劣的亲兄长啊？什么眼神？君叶璇瞅着他的脸，这张脸巴掌大，如此脆弱小巧，却敢在他面前摆出倔强的表情，哼，胆子还真不小。四皇兄，你为什么要以这个身份出现啊？玄王出现了，那楚离呢？这么大个人，总不能凭空消失吧？哼，本王不想再演你的夫君，烦。君叶璇冷哼。顾云熙心里一阵腹诽，说的好像他就不烦似的，一天到晚像个魔鬼一样可怕，谁愿意跟他假装夫妻呀？累不累？不过玄王爷不是傻子，他能以自己的身份出现，一定已经给了很多的说辞。新婚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夫君，这算什么事啊？今日他一定要问清楚楚离到底去哪里了。顾云熙赶去君叶璇的望月阁，尚未到达，就见一道素白的身影从望月阁出来。楚离？楚离根本没有离开过王府，为什么四皇兄说他出门办事去了？楚离！顾云熙追上去，距离有些远，他拐过拱门就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顾云熙迈步追过去，刚过拱门，抬眼就看到那抹素白走进另一道拱门。楚离！可他始终没有听见。顾云熙继续追，穿过2道拱门，再走过一片假山流水，远远望去，院子的牌匾若隐若现，云离阁。顾云熙尚未靠近，就明显感觉到来自院子里那份沉重的压力，这院子竟然守卫森严到这地步。再往前，立即有2名侍卫从暗处跃了出来，将他拦住。王府重地，没有王爷的令牌，任何人不得靠近。我是离王妃，我刚才……希儿，你在这里做什么？身后忽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女声。顾云熙一愣，回头一看，更是惊讶。母妃？来人正是君叶璇和君楚离的生母容妃。这座玄王府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儿臣见过母妃。王妃为何在这里？我刚才……顾云熙回头看了远处的云离阁一眼，我好像看到楚离。王妃定是眼花，看错了。离王爷早2日就出了城，如今尚在城外，怎么会出现在王府？可是云离阁是王府重地，希儿，没什么事不要乱闯，送离王妃回去休息。是娘娘。2人朝着顾云熙逼近，这架势分明是不许他再往云离阁的方向踏出半步。是，儿臣这就回去。母妃，儿臣告退了。那日顾云熙一直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之后再也没有出去过。到了午夜时分，一抹纤细的黑影从顾云熙房间的窗户一跃而出，很快就来到了云离阁的高墙之下。你明知道有危险，为何还将他娶回来？万一被他发现这里的秘密，我们……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顾云熙立即感受到周围的空气瞬间染上了危险的味道，他被发现了。一个翻身，顾云熙以最快的速度从屋顶上滑了下去。有刺客，快追！拖！
不想让本王动手，就自己脱下来。他往前一步，这严厉的目光、冰冷的语气都在警告他，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玩笑话。看来你更喜欢让本王动手。君夜玄走了过去，大掌一挥，撕拉一声，顾云溪的夜行衣被他撕下了一大片。可以了吗？看来你还真是学不会何谓听话。他走了过去，这次不顾他的反抗，将他摁在床上，大掌用力一扯，顾云溪身上的裤子在他自己的惊呼之下，顿时被他扯成了两半。你放开我！他拼了命挣扎着要起来，可君夜玄的大掌压在他的后腰上，他根本起不来。走开！你走开！他咬着唇，努力想要避开他的目光，可他躲不过。不要！四皇兄，我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求你，求你！再让本王发现你敢乱闯王府重地，本王绝不会饶你。他转身走了。顾云溪回头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从窗户离开的那道身影。临走之前，甚至一挥手将房内的烛光打灭。外头忽然传来一阵骚动，顾云溪猛地清醒，云离阁那边的侍卫搜到这里来了。我家小姐已经休息了，你们不能闯进去。听到动静的安夏赶紧过去阻拦，却被凶神恶煞的影卫一把推开。很快，顾云溪的房间就被人一脚踹开，一群人冲了进来。嬷嬷！看到那么多侍卫，顾云溪像是被吓到一般，惊呼了声，赶紧将被子裹在自己身上。嬷嬷，你这什么意思？他一脸怒容，大半夜的将王妃的房门踹开，该当何罪？王妃今夜可曾出去过？我已经休息了，嬷嬷没有看到吗？掌灯。嬷嬷，我家小姐已经休息，衣衫不整的，这房中还有男子，岂能掌灯？安夏冲了过去，挡在顾云溪的跟前。嬷嬷却怒道：今夜王府闹刺客，所有地方必须严查，若有阻拦，一律按同罪论。嬷嬷，安夏，你去点灯吧。王妃是要自己出来，还是奴婢请你出来？顾云溪还是没有反应。王妃，那就得罪了。说罢，一把将被子掀开。几个侍卫别过脸，谁也不敢看。他们是来捉刺客的，不是故意要为难谁。搜！侍卫立即搜了起来，每个角落翻箱倒柜，仔仔细细的，连一只苍蝇都不放过的程度。顾云溪只能从床上下来，披上安夏送过来的外袍，站在一旁不说话，什么都没有。最后，青嬷嬷的目光落在顾云溪的身上。王妃，可否让奴婢检查一下你的衣裳？为何？奴婢也只是奉命行事，还请王妃见谅。都出去！侍卫们都退了出去，安夏赶紧将房门关上。青嬷嬷这才动手，将顾云溪身上的衣裳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最后，她轻身，语气已经放柔和了不少。王妃，抱歉，还请见谅。算了，我人微言轻，是不是见谅对嬷嬷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青嬷嬷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也只能再说一句抱歉，就带着侍卫们走了。外头依旧是嘈杂的声音，又是到处在翻箱倒柜。安夏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问。主仆二人坐在房间里唯一没有被翻乱的椅子上，相对无言。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座宁西阁的各个角落终于是被翻遍了，没有查到任何不对劲的蛛丝马迹，青嬷嬷才带着侍卫离开，继续搜查别的地方。小姐，不要问。顾云溪看着紧闭的窗户，原来君夜玄将他衣服脱掉，是要把他的夜行衣带走。没想到事情比他想的还要严重。若是他将夜行衣换下来藏在房中，以青嬷嬷他们刚才那翻箱倒柜的举动来看，
他的夜行衣不管藏在房中任何地方，都一定会被翻出来。君夜璇不是在羞辱他，而是在救他。楚离的女人想要来伺候本王就寝。燕北，我有话要跟四皇兄说。王妃，你如此会被人说闲话的。我连夫君都要没了，我还在意旁人说什么闲话呀？他今夜必须要趁着自己还有勇气的时候，向君夜璇问个明白。既然他今夜救了自己，顾云熙相信他至少没有害他的心。王妃，君夜璇摆了摆手，燕北无奈低着头走了。怎么，现在才知道害怕，不觉得太晚了吗？顾云熙咬了下唇，正要说什么，却在忽然间皱起了眉头。你受伤了？顾云熙心头一紧，快步走了过去，就要去拉开他的衣裳。君夜璇却抬手一把扣住他的手腕。你以什么身份来碰本王的身体？我只是关心楚离的兄长，四皇子别误会了。若不是血腥味真的太浓郁，他也不会如此紧张。更何况走过来之后才发现，他的后背上全都是血，里衣都被鲜血浸透了。四皇兄，你区区一点皮肉伤，本王都不在乎，你在意什么？可是流了很多血，你刚才还在沐浴。顾云熙睁大一双眼眸瞪着他。你疯了，伤口会感染发炎甚至腐烂的。常年行军在外的人，若连这点小伤都在意，不如回家当纨绔子弟去。这话顾云熙没有反驳，只是忽然间就对他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对不起，还有谢谢你。现在让我先看看你的伤口好吗？本王说了，不需要。君夜璇一脸寒霜，顾云熙看着他，小嘴微瘪，眼角有点发酸。四皇兄，求你了。不许求本王，这该死的女人。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只要自己眼一红，嘴一扁，再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态度，君夜璇就鬼使神差的心会软。再不滚回去，本王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是楚离的娘子，四皇兄不能对我不客气。哼，你还记得自己夫君叫什么名字？四皇兄。他抬头看着他，眨了眨眼，那双大大的眼睛很快就蒙上了一层水雾气息，楚楚可怜的。别在本王面前。四皇兄，我就只是看一眼。顾云熙立即将他的里衣扯开，当然也不敢看他的胸膛，所有的注意力只落在他的背上，一看顿时一阵头皮发麻。只见君夜璇的背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鞭痕，可怕的是那鞭子的鞭尾明显是带着倒刺的，一鞭子下去，鞭痕周围血肉模糊，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毕竟倒刺很浅，但却可以让人痛不欲生啊。为什么？顾云熙的指尖落在他的背上，那伤口他连碰都不敢碰一下，真的好可怕呀。看完了吗？四皇兄，你不打算处理了吗？没必要。顾云熙明白了，这伤口是不能让人看到的。谁能想到呢？高高在上，金贵无双，让万民敬仰的玄王爷，这样的大人物，竟然还有人敢打他。这鞭痕新旧交错，说明被打已经不止一两次了。更何况这些伤痕看起来年份久远。他从床边下去，出门看着燕北。麻烦给我弄个药箱过来。王爷。燕北有些迟疑，声音极轻极轻。王爷从不处理。先帮我将药箱找来，我能劝他。燕北心里其实是期待的，他也不想看到王爷受苦。他转身去了另一个房间，没多久就抱着药箱回来。本王说了，不必处理。四皇兄，你趴着好不好？你当本王说的是废话？四皇兄，你这样我会想哭的。与本王何干？你哭什么哭呀？本王趴下去便是。这死女人竟然真的挤出来一滴眼泪，
连眼睛都是红红的，说苦就苦。水做的吗？顾云溪没说话，将问燕北要来的烈酒打开，用干净的棉布沾了一些。他看着君叶璇的侧脸，四皇兄会有点疼，你要忍着。男人哼都懒得哼一声，但当顾云溪的药酒抹在伤口上的时候，他浑身的肌肉在一瞬间就绷紧了，额角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渗出一层细汗。忍了大半个夜晚，如今身边有个他，背上的神经还能感受到他长指的跃动，渐渐就累极开始困倦了。四皇兄，顾云溪轻轻唤了声。男人已经闭上眼，含糊不清应了声。是谁啊？不想死就别问。顾云溪瞪了他一眼，哼，不问就不问，动不动就威胁他做什么呀？不过就算不问，大概也猜到了，整座王府除了容妃有这样的资格，还有谁敢？四皇兄，他又唤了声，但这次君叶璇连哼都懒得哼一声，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根本不想理他。四皇兄，今夜我看到的人是楚离，对不对？楚离一直就在王府里，是吗？君叶璇虽然不说话，但却缓缓睁开了眼，眼底有几分幽暗。四皇兄，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指尖之下的那具身躯明显僵硬，君叶璇将他的手推开，拉拢上自己的衣裳坐了起来。四皇兄，怕本王？没有的事。但事实上，当他眼眸变得冰冷的时候，他是真的有点害怕。对本王献殷勤，只是为了打听楚离的消息。新婚之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夫君。四皇兄，你就这么急着想要见到他？你对你的夫君到底了解多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当真清楚？本王再问你一次，洞房花烛夜，你当真能认得出来做你的人是谁？四皇兄！顾云溪吓得猛地退了2步，脚下一软，差点跌倒在地上，抬头便迎上了君叶璇冷飕飕的目光，他的心一下子就颤抖了起来。四皇兄，我只是一个成亲之后就被夫君避而不见的小女子，我找我的夫君有错吗？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吓唬我戏弄我？好玩吗？与我成亲的人是楚离，不是四皇兄你，请你自重。顾云溪的心是真的慌啊，他甚至已经被问得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人生。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洞房花烛夜的人怎么可能不是楚离？四皇兄，楚离就在王府，我求你让我见一见他。你想见他，自己找他去，为何求本王？本王又不是你的夫君，为何要帮你？四皇兄，3更半夜，孤男寡女，你不要脸，本王还不想要流言蜚语。君叶璇一摆手，啪的一声，房门被他的掌风扫开了。现在给本王滚回去！我不走。顾云溪不是想要跟他闹，可他真的快要疯了。他快步过去，死死地盯着他的脸。我知道你可以让我见他，只有你可以。四皇兄，你帮帮我，请你帮帮我。君叶璇这次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云溪的心里真的很酸，酸的眼睛都红了。君叶璇却闭上眼，不看就不会心软。走吧，本王累了，要休息。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要将我娶回来，却要把我丢在那儿不管不顾？若是真的不喜欢，大可以不必去将军府提亲的。我不是非他不可，我也不是一定要赖着你们宣王府。若是不想要我，为何不直接休了我？将我娶回来之后，却避而不见，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他为什么不索性休了我？他真的要崩溃了。普天之下还能找到第2个新娘子和他一样的遭遇吗？是不是母妃不喜欢我？他瞪着君叶璇，眼底虽然蒙上一层薄雾，但却一直倔强的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四皇兄，你可不可以转告他一声，若是这个家容不下我，休了我便是。可至少出来跟我见一面，跟我说清楚，而不是现在这样。我明知道他就在我身边，却始终无法相见。你让他出来跟我说一声，我立即回将军府，我永远不会缠着他。我说过的话一定能做到，我不会缠着他的。他转身走了。转身那一刻，那滴滚烫的眼泪终于滑了下来。君叶璇只是坐在床边，冷冷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一言不发，也没有任何挽留。不知道过了多久，燕北才从外头进来，小声说：王爷，王妃她回去了。没去别的地方？属下亲眼看着她回到房中才回来的。君叶璇闭上眼，没有再说什么，心情沉重。燕北也沉默了好久，才小声说：王爷，就连属下都感觉到王妃的绝望。继续这样下去，属下担心王妃她会崩溃的。顾云熙说让楚离休了自己，其实也是有些冲动。当时对着君叶璇的时候，他的确很绝望。他说的话真的吓到他了。四皇兄，我以为我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座王府若是容不下我。忽然间他愣住了，死死盯着男人的脸，所有的话语被卡在了喉咙深处，再无法挤出半个字。楚离。他的眼角有一颗美人痣，他穿着一身白衣，他的眼神如此温柔，他唇边的笑意总能让人如沐春风。他真的是楚离。为什么？顾云熙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阴压颤抖。楚离走到床边坐下，看着他。顾云熙心里说不出的激动，想抱他，很想很想，可他不敢。他和四皇兄真的太像了，哪怕到了现在，看到他眼角的美人痣，他也还是不能确定。顾云熙伸出手，在君楚离的美人痣上揉了揉，再揉了揉，没有掉色，这颗痣是真的。他的眼睛和心脏一起，一下子呛得很酸，很酸。为什么？明明是自己的夫君，明明与自己相恋了1年多，明明这几日疯狂要找他，此时此刻却连抱他都不敢。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抱歉。顾云熙终于扑了过去，一把将他抱住。楚离，不要这样，我真的很怕。君楚离闭了闭眼，无声轻叹，终于将他轻轻抱住。别怕，我一直在。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是不是母妃不高兴？是不是母妃不允许我和你在一起？怎么会？君楚离浅笑，他的笑温润儒雅，轻易能安抚人心。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有些事情我无法跟你解释，但我绝不会不要你，更不会休了你，明白吗？闻言，顾云熙一愣，抬头看着他。是四皇兄去找你了？他还以为那混蛋冷心冷情，真的不管他的事。君楚离眉宇间略有一丝讶异，片刻之后，他才勾唇笑道：是啊，你去四皇兄跟前像个疯子一样控诉，他还能不找我吗？顾云熙努了努唇，小脸有些发红。他哪里像个疯子一样啊？他只是当时真的很绝望。楚离，你以后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一个人在这座王府真的很慌。君楚离将他搂在怀中，抬手给他拭去眼角那2颗泪痕。软玉温香在怀，那张湿漉漉的小脸儿，那2片娇艳欲滴的薄唇，一再诱惑着他的神经。他原本只是想来安慰一下这小东西，但他没想到将他抱在怀中那一刻，身体里那只兽就开始骚动了。长指在他的薄唇上划过，他的声音掺杂了几许阴哑的味道。我怎么舍得离开你？楚离。顾云熙的声音忽然消失，唇瓣被彻底堵住，他温热的掌也落在他的腰间，
顾云溪一愣，浑身一阵滚烫。他消失了好几日，刚回来竟然就要跟他那样。楚离，他别过脸，好不容易躲过他的唇，感受到他的手将自己的衣裳扯下去之后，就开始在他身上游弋。他轻轻推了他一把，有些不安。楚离，你等一下，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什么？君楚离浅浅一笑，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你说，我都听着。楚离，你先别这样，我真的有话要说，别。被他掐了一把，顾云溪又急又慌，用力推着他的手臂。楚离，好吧，你说，我再听着。君楚离低喘了一口气，认真看着他。虽然眼神还是无比炙热，也虽然就连顾云溪都能感受到他的身体强硬的一塌糊涂，但他的手停了下来，当真是要听他说话。他眨了眨眼，在他的身下总是有几分不安，像只等待被猎食的小兔儿。为什么躲着我？这件事情他一定要问清楚。他真的很怕等天亮之后他又无缘无故的消失，然后自己再也找不到他。说我有苦衷，如今还不能告诉你，你信我吗？但我绝不会休你，此生此世都不会。是我今日对四皇兄说话太重了吗？他好像很纠结这个问题。君楚离只是浅笑。有些事情将来我一定会告诉你，但不是现在。那你还会消失吗？这个问题君楚离没有回答。顾云溪顿时一阵心酸。哪有这样的夫妻啊？他低头在他薄唇上轻轻吻了吻。以后我会给你一个解释。如果我不想等呢？他忽然顿了一下，盯着他的脸。你想离开我？那一刻，顾云溪忽然从他眼中看到了一种只有在君夜玄身上才能看到的森寒。他下意识缩了缩身子，君楚离眼底的森寒却已经不见了，依旧笑得轻柔。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一辈子都不会。你也休想。楚离，我不在的日子，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去找四皇兄，他会保护你。顾云溪咬了下唇，不想在他面前说他兄弟的坏话，可是他住在玄王府，就是觉得很慌。楚离，我之前跟四皇兄在宫里的时候，太后送了子孙汤，我们都不知道。我跟他……四皇兄跟我解释过，不是你的错，我没有生气。你不生气？顾云溪有些意外。这事他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要如何解释的，现在居然都不需要他解释了吗？我信你，也信四皇兄。我相信你有苦衷，我也知道你有自己的事情在做，不过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他不是对君夜玄有什么怨念，可他和四皇兄的相处真的太诡异，都不知道算什么关系了。楚离，等你做完自己的事情，我们搬出去好吗？为何？这里让你住得不舒服？不是，我只是不想和四皇兄住在一起。我没注意到男人的脸色越发冰冷难看，他低声道：我以后都不想见他。啊，楚离，你做什么啊？等一下啊！顾云溪咬着唇，秀气的眉心紧紧皱了起来。疼死了，他怎么会忽然变得如此疯狂？他的话都还没有说完，封住他的薄唇之后就开始疯狂吞噬。顾云溪没有办法再多说半句，身体被他翻了过去。身后的男人眼底的温润不见了，那双湛黑的眼眸里只剩下野兽一般的光芒，若他能看到，一定会被那份寒光吓坏的。疯狂的掠夺才刚开始，顾云溪就觉得自己开始体力不支了。迷迷糊糊的，他好像听到君楚离的声音哑哑的灌入耳中。四皇兄，这糕点很好吃的，
你也尝一尝。何时高兴成这样？哼，这小东西。没有，就是饿了忍不住多吃了一点。顾云熙又拈起一块松仁糕咬了一口，眉眼弯弯的，眼里有光，还说不是高兴。四皇兄。谢谢你。呵，竟然对他笑，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不过君叶璇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四皇兄，有话就直说吧。顾云熙正在琢磨着这话要怎么说啊，想了一会儿后，心情似乎就有些不那么美好了。搬出去这种话，本王劝你最好烂在自己肚子里。再敢说一次试试。顾云熙愣了下，他们兄弟俩的感情真的这么好吗？他跟四皇兄说的话，四皇兄都会告诉楚离，而他在楚离面前说的话，楚离也会转告给四皇兄。他忽然想到什么，嗅了嗅，再嗅，渐渐的有点靠近君叶璇。四皇兄，你身上的檀香味儿。所以本王不去找楚离，他会去找你。顾云熙恍然大悟，原来是从楚离身上沾染的，怪不得和楚离身上的味道一样。四皇兄，只要你不欺负人，我就不搬出去。你是不是搬出去跟本王有什么关系？还敢威胁他，哼，胆子够肥的。但君叶璇的嘴角却掀起一丝机不可见的笑意。本王何时欺负你了？四皇兄，你……顾云熙想想，顿时脸一红，看他的眼神有些怨念。四皇兄，我吃饱了，我想回去。王爷。燕北刚接到什么消息，匆匆过来。王爷，狩猎场出现狼群，皇上发话，命几位王爷想办法扑杀。大王爷邀你们几位王爷一起前往，黎王爷也在邀请的行列里。四皇兄，我也去帮忙。黎王妃，我带了点点心，王妃要不要尝尝？你是？我是郑王爷的侍妾朱姬。朱姬将自己带来的点心双手奉上。黎王妃，要尝尝吗？四皇兄不让我乱吃东西，抱歉啊，朱姬姐姐。黎王妃似乎特别听玄王爷的话呢。楚离很爱他的四皇兄，楚离让我听四皇兄的话。顾云熙的回答滴水不漏，朱姬眼底掠过什么，却也只是轻笑，没再多说。玄王爷和黎王爷长得实在是太像，我自问是分不出来。黎王妃，你也会偶尔分辨不出吗？姐姐说笑了，我岂能连自己的夫君都认不出来？听说双生子心里多少会有一些灵犀，喜欢的东西，甚至喜欢的姑娘也会一样。初姬笑了笑，那笑意啊，深沉而复杂。你说，玄王爷会不会因为黎王爷对你的感情，也对你有些喜欢？四皇兄当然喜欢我，四皇兄对我就像是对楚离一样，好得不得了。我们是一家人，我要去找四皇兄了。朱姬姐姐，告辞。没多久，朱姬回到君其正的身旁。王爷，这丫头看起来柔柔弱弱的，看似心思单纯，但说的话没有半点破绽。臣妾暗示玄王爷喜欢她，她不仅没有生气，甚至还觉得理所当然。如此自然自在的表情，的确不像是和玄王爷有任何私情的样子。臣妾暂时还看不出来，她对玄王爷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君其正没说话，连朱姬都看不出来的话，要不然就是事情果然如此，要不就是这位黎王妃也是不简单。本王还有别的办法，能试试他们。只要找到四皇帝的弱点，以后就不愁无法将他拿捏住。四皇兄，郑王爷似乎是想试探什么，关于我和你的。本王与你有何关系能被人试探？若是等会儿我遇到什么危险，四皇兄不要管，燕北一直在我身边，燕北会保护我的。他们想对付你。放开！四皇兄，你是楚离的。再叫他的名字试试，本王现在就强了你。还要叫吗？我不叫了，你能不能？别乱动，
顾云溪丝毫不敢乱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他甚至还坐在他的上头，弄得他又慌又难受。四皇兄，别这样！可他不知道，自己每一次说话，那明明没有任何语调，却还是娇滴滴的声音，总会惹得他特别冲动。炙热的气息伴随着他的呼吸，重重洒落在他的脸上，每一下都烫得他小脸一阵滚烫，烫得他一阵心惊胆战。君叶璇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对他做什么，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控制不住自己。顾云溪彻底陷入了绝望，不管他如何敲打挣扎，他都不为所动。君叶璇整个人就像是陷入了魔障一样，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将他的衣裳扯下来之后，就埋首在他的胸前疯狂吞噬。不！顾云溪哑声抗拒，最后出口却成了惊恐的低叫。啊！他竟然将他压在马背上，这魔鬼疯狂的让人畏惧。放开我！顾云溪拼命挣扎，最后手不知道摸索到什么，忽然一把抽了出来，用力往君叶璇的身上扎了下去。时间仿佛停住了一般。君叶璇从他的胸前抬起头，垂眸看着扎在自己肩头上的那把短刀，是他马背上的短刀。他为了保护自己，将他的短刀抽出，扎在了他的身上，鲜血一瞬间滑了下来。顾云溪看得愣愣的，自己也被吓到了。一阵凉风吹来，顾云溪下意识缩了缩身体。四皇兄，还想逃？不是，我不是想逃，真的不是。别再挑衅本王的耐心。四皇兄，我弄到你的伤口了。四皇兄，我要去找一点止血的药草给你包扎。四皇兄，你别乱动，你还在流血。君叶璇却已经坐了起来，伤口是疼的，浑身都疼，但这周围并不安全，他一个人走开，轻易会被野狼撕碎。陪本王坐一会儿就好。他闭上眼，浑身剧痛，只能运功让自己保持清醒。伤口一定要处理。四皇兄，你流了好多血。你还知道本王是在流血？可还记得是谁刺伤的本王？我，对不起。行刺王爷，罪大恶极。是我一个人的错，四皇兄，请你不要迁怒于其他人，我会一力承担的。倒是对南陵的刑法清楚得很，还知道这事会牵连九族。君叶璇脸色更冷，顾云溪急道：“四皇兄，这事回去之后不许再提起。”顾云溪的心脏却被狠狠扯了一把，都这样了，他想的还是如何护着他。君叶璇要站起来，顾云溪急得眼睛都红了。伤口一定要处理好，四皇兄，你别再乱动了。我就在这里找一找草药，在你能看见的范围，可以吗？不是想要跑？不跑了。不怕本王抢了你？四皇兄，哎呀，他真的很委屈，明明被他羞辱来着，可他却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他。这么怪异的关系，他完全不知道以后该如何跟他相处。若本王真的把你强了，你是不是要杀了本王报仇？这个问题，顾云溪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万幸，君叶璇也没有再逼他。四皇兄，你身上到处都是伤口。不碍事。不疼吗？你说呢？他又不是死人，还能真的不疼啊？不想让他担心，连眉头都不敢皱一下罢了。得要找条路上去，赶紧回去找御医给你处理伤口。是不是很疼啊？顾云溪在他身旁站起身，目光又忍不住落在他的肩头上，好一会儿才小声说：“对不起。”不委屈了？顾云溪瞅了他一眼，想说什么，最后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说什么呢？让他以后别发疯，不要欺负他。
她是楚离的娘子，和她相处的模式已经远远超出了兄长和弟媳能够触及的界限。他甚至3番4次将她彻底看光。想说什么？四皇兄，以后能不能……哼，你猜能不能？我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人永远都是如此的霸道吗？就不允许旁人提一点要求？君夜璇却转身沿着山崖底下的路慢慢往前走。想让本王以后别欺负你。顾云溪眼前一亮，追了上去。我毕竟是他忽然停了下来，回头盯着他的小脸。本王之前警告过你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他小声嘀咕，见他猛地转身盯着自己，顾云溪吓得慌忙后退。我不说了，他脚下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脚步一下子就滑了。摔下去的时候，君夜璇回头拉了他一把。你这……脚疼。顾云溪一张小脸皱了起来，好像崴到脚了。坐下来，靴子脱了，本王看看。疼。忍一忍。他掌心稍微用力，暖暖的气息立刻灌入到他的脚踝中，真气很暖，疼痛的感觉的确是减轻了些。哼，有困难就知道找本王了。君夜璇面无表情，顾云溪咬着唇，摇摇头。四皇兄，本王只给你一次机会，若是不上来，便自己留在这里，等野狼来将你撕碎。君夜璇的语气冷冷的，似乎也没有多少怜惜之情，但却为了配合他的身高，又让自己蹲得更低了些。要是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惊得眼珠子会滚到地上吧。我会压到你伤口的，四皇兄。本王数到3，箭头的伤口会撕开的。1。四皇兄，我够不到。他开始往前走去，顾云溪心里却还是很不安。四皇兄，你伤口疼不疼啊？你说呢？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你的意思是想留下来被野狼吃掉？君夜璇脚步一顿，顾云溪一想，吓得赶紧抱住他的脖子，死也不肯撒手。哼，小东西，胆小怕死好吃，好像真没什么优点，但却让人放不下呀，也不想放下。四皇兄。四皇兄，等会儿看到有人你就赶紧把我放下来。嫌本王给你丢人了？信不信本王现在就将你丢下？不是，是我怕给四皇兄你丢人了。哼。不知道走了多久，顾云溪迷迷糊糊的有些困了。四皇兄。君夜璇抬头看了眼，山路走了一半，剩下的路看上去大概还得要1个时辰。希儿，你如今也是我玄王府的女主人了，将来王府的事情还得由你和你的四皇嫂来一起主持。四皇嫂？顾云溪的心头不知为何忽然被震撼了下。容妃不动声色笑道：没错，本宫今日请你过来，就是想与你商量一下王府选妃的事。选妃？玄王府有2位王爷，黎王爷数日之前刚成亲，如今给王爷选妃，说的自然是君夜璇。希儿，你瞧瞧，这位是相国大人的千金，这位是国公大人的孙女，还有这位。容妃将一系列的画像命人送到顾云溪的眼前，她笑着继续说：这位啊，是征西大将军的女儿，能文能武。这3位，你觉得哪一位更适合玄儿？四皇兄是兄长，兄长的婚姻大事，母妃你来做主便好，我岂敢多嘴。给四皇兄选妃，
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四皇兄会弄死他的，所以四皇兄的事情他不该多说。那怎么行？你是玄王府的半个女主人，将来是要和你四皇嫂一起打理王府的，得要选个你也看得上眼的，以后你们在府中便也能相处融洽。哟，玄儿来了。这还是顾云熙从狩猎场回来之后第一次见到君夜玄。四皇兄，身体好些了吗？很好。那就好。希儿，如何？你觉得哪位姑娘和你四皇兄更相配？这问题，顾云熙浅笑，谁都看不清楚他的笑是真是假。他最后看着君夜玄，还是得问四皇兄更好。给本王选妃。母妃让我看看哪位姑娘合适，不过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得由四皇兄自己来决定，我哪来的资格？既然知道自己没资格，还来这里做什么？玄儿，怎么能如此说话？希儿也是为你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回去了。顾云熙站了起来，再不愿多看君夜玄半眼。这男人的脾气啊，一向不好，少惹为妙。向容妃行礼后，顾云熙转身就走，果真是走得丝毫不留恋。母妃这是何意？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妃？昨日在狩猎场的事情他都知道了，他精心培养的儿子为了救一个女人甘愿从悬崖上跳下去，他疯了吗？儿臣救的只是楚离的王妃。本宫生你养你，你能骗别人，却岂能骗本宫？君夜玄薄唇轻抿，不说话。容妃最气的便是儿子如今这模样，他不想说话的时候，你就算是拿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多说半个字。你最好记住，她是楚离的妻子。最后他一拂衣袖转身离开。无穷作乱，你父皇正在寻思命人去镇压，最后这担子怕是又得要落在你身上。无论如何，在你出征之前，先选上你喜欢的玄王妃。那日之后，顾云熙就再也没有见过君夜玄。这担子最后只怕还是会落在玄王爷的身上。这几年咱们南陵幸亏有玄王爷，比起其他国家，我们的日子要安宁太多。看看其他国家，连年战乱，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中，真是可怜。大哥好像就在樊城。大少爷？是啊，大少爷如今就在樊城，那边乱糟糟的，不知道大少爷有没有书信送回来。哎呀，按理说小姐你成亲之后，王爷该陪着你回一趟将军府的。王妃是有夫之妇，三更半夜来找叶璇哥哥，不觉得于理不合吗？只是有些事情想找四皇兄商量，四皇兄是兄长，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礼仪。哼，叶璇哥哥很快就要选妃，若是让他的未来王妃看到自己夫君与别的女子夜里，既然南宫小姐知道，为何还三更半夜的来找四皇兄？若是让我未来四皇嫂看到，四皇嫂一定是会不高兴的。南宫小姐，为了不让我四皇嫂生气，还请南宫小姐立即离开我玄王府。容妃不是说了吗？她也算是玄王府的半个女主人，所以维护未来四皇嫂也是她的责任。你这话，叶璇哥哥，你听听他说的这话，简直太欺负人了。君夜玄面无表情，不说话。顾云熙往前一步，又道：南宫小姐好歹是贵族之后，还请不要污了你南宫家的名誉才好。燕北，送客。南宫小姐，请。叶璇哥哥，你不说句话吗？家中琐事，一向是王妃在管，你要本王说什么？叶璇哥哥，你明知道我是玄王妃的热门人选之一，我将来……你是热门人选之一？哼，本王几时说过？我姑母……
那你就嫁给你姑母去，来本王这里撒野，算什么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南宫兰儿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赶紧要解释。君叶璇却已经一挥手，转身走进偏厅，不理他了。叶璇哥哥，南宫小姐，请。燕北，我还有话。我家王爷不想见你，有什么话，不如去跟皇后娘娘说去。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他走了，顾云熙有些无奈，哼，先撩者贱，若不是南宫兰儿先为难自己，自己也不会说话刺激他。谁不想过平静的日子？我是征西将军府的陆红玉，见过黎王妃。小女子是相国府三小姐晴柔，见过黎王妃。抱歉，刚才只是想气一气南宫家的小姐，我对两位没有意见，真的。无妨，国公府那姑娘脾气啊，确实大了些。黎王妃教训的没错，下次我来找王爷会挑白天的时候。王妃教训的是，下回柔儿会选好时辰。顾云熙原本想解释，不过想想似乎也没必要。四皇兄未来的王妃，这事儿他绝不能掺和。既然四皇兄还有客人，那我……你不是说三更半夜非我玄王府的姑娘留下来会被说闲话？哼，两位既然不是我玄王府的人，就请回吧。顾云熙一脸无语，这人能不能别到处给他树敌呀？那我就先告辞了，改日再来登门拜访。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改日我来找王妃玩。说完就走了。他所指的敌人当然是指南宫兰儿。王爷，那柔儿也先告退了。王妃长得真是好看极了，怪不得黎王爷会如此喜欢。等姑娘们都离开之后，顾云熙走到君叶璇的跟前，尚未开口说话，便听到君叶璇冷冷道：既然知道身为女子三更半夜来寻本王，与理不合，你还来做什么？四皇兄教训的是，若非事态紧急，我也不会来打搅四皇兄的。所以四皇兄……哼，本王要休息了，你是想留下来伺候本王救起，还是滚回去？顾云熙吐了一口气，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为上次容妃与自己商量选妃的事情生气呀？四皇兄，本王不习惯与人隔这么远的距离说话，有话滚进来说。啊，进去？三更半夜孤男寡女，是不是不太好啊？不来就滚，本王没多少耐心。顾云熙深吸一口气，才迈步走了进去。君叶璇就坐在床边，隔着屏风都能感觉到他浑身外溢的寒气。关门。四皇兄，那就滚。砰的一声，房门被顾云熙关上，带着一丝情绪。哼，胆子不小，有求于本王，还敢在本王面前发脾气？不敢。既然四皇兄知道我的来意，那也该清楚我将军府如今面临的困境。四皇兄，请在皇上面前帮忙说几句话，请皇上给将军府1个月的时间。我大哥忠心爱国，绝对不会做出临阵逃脱的事情，他一定是遇到危险回不来了。里头的人依旧一点反应都没有，隔着屏风只能看见他坐在床上的身影。四皇兄，君叶璇还是毫无反应。哼，顾云熙好像明白了，他是嫌弃自己隔着屏风跟他说话。四皇兄，皇上将我祖父请到宫里，名为做客，实为软禁，是怕我大哥将樊城的情况透露给敌军。我祖父年事已高，让他担惊受怕的，我怕他身子承受不住。四皇兄，请你帮一帮我们，我只需要1个月，1个月就好。君叶璇却始终一点反应都没有。顾云熙犹豫再三，终于绕过屏风走了过去，一看却有些傻眼了。原来刚才他站在门口等待的时候，君叶璇在里头宽衣，如今他只穿着一身单薄的里衣裤，这分明就是要就寝的样子。再退，你将军府的事情，本王便一概不管。四皇兄，
想要看他又不敢，视线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无穷作乱，大军直逼樊城。这个时候，身为守城将军的顾南风却不知所踪。你要本王替他求情，若是此时无穷大军来犯，樊城的百姓又有谁能跟他们共情？我大哥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丢下百姓不管，但他失踪已成事实，这过错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也都是错。四皇兄，他忽然扑通一跪，跪了下去。四皇兄，我将军府只想将功补过，请四皇兄向皇上求一个情，让我替大哥镇守樊城。你要替你大哥镇守樊城？你以为行军打仗像是过家家一般好玩？你可知道战场上每时每刻都在流血，都在死人。我知道。顾云熙不是小孩子了，自然清楚战场的残酷。四皇兄，我知道南陵也有许多女将军，皇上不会因为我是女子就否定我的价值。四皇兄，请你。本王凭什么帮你？我是楚离的娘子，四皇兄可不可以看在楚离的份上？若本王说不行呢？四皇兄，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天掉馅饼这种美事。君叶璇白玉般的长指在腿上无意识的轻敲，目光锁在他的身上。你愿意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代价？顾云熙愣愣地看着他，忽然间一种不安从心头慢慢升起。四皇兄，我是楚……再说一次实事。四皇兄，你想要什么？你无权无势，你猜本王想要什么？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吗？我一个已经嫁人的女子，到底有什么是让四皇兄你看上眼的？到了今时今日，他若还觉得君叶璇看他的眼神很单纯，那不是他天真，就是愚蠢。他到底看上他什么？君叶璇定定地看着他，那眼神又像初见在马车上那会儿，冰冷却又火辣。你若是真的对我，以后你想过要如何面对楚离吗？君叶璇依旧盯着他，那眼神始终是他看不透的复杂。若本王说楚离的所有东西都愿意让本王分享，你信吗？我不是东西。顾云熙猛地站了起来，瞪着他，眼睛有些火辣，拳头捏得紧紧的。我不是任何东西，我不是你们可以让来让去的玩物。你觉得你对本王或者对楚离来说不过是个玩物？君叶璇眼底的笑意没了。这一刻，顾云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错，他好像忽然间变得很认真。楚离不会，可你，四皇兄你会。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玩物。他一咬唇，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君叶璇冷飕飕的话语：你以为顾老将军只是被软禁在宫里，而不是被收押在天牢，当真是皇恩浩大，父皇对你们将军府人特别开恩。顾云熙心头一震，猛地回头看着他：你什么意思？现在他盯着顾云熙前一刻还火辣的微红，如今却已经苍白一片的脸。本王要你，若你想要将军府的人安然无恙，就自己脱光了爬到本王的床上。顾云熙眼底的绝望没了，忽然间眼神变得一片轻寒。他回头走到君叶璇的跟前，手抬了起来，啪的一声，声音清脆响亮。顾云熙依旧紧紧捏着掌心，再也不看他一眼，转身走了。王爷，你这样，属下认为有些过分了。君叶璇没说话。王爷，其实王妃什么都不知道，她一心向着离王爷，也是人之常情。燕北不敢乱说话，时刻在注意着王爷的脸。王爷，你早就替将军府为皇上求过情，也答应过皇上会替顾南风守住樊城。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王妃？王爷，王妃走了。什么意思？王爷，王妃写了一封信，命人送去将军府给顾将军，她自己连夜走了。什么叫连夜走了？不是回了将军府？不是回将军府。王妃在信中说要去樊城寻找顾南风。带走了什么人？只带了她的婢女，那个叫安夏的小丫头。这蠢女人！王爷，王妃并不蠢，
王爷不如先看看这封信的内容。王妃的确不蠢，只是实力不够，应该是根本就是无权无势啊。君叶璇将信函接过，一手扶着桌子，让自己修长的身躯维持平衡，另一只手将信纸扬了扬，快速扫了一眼。王爷，他们这个时候若是去找郑王，属下以为以郑王的性格一定会帮忙。王妃昨夜打了王爷，怕是觉得王爷不弄死他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还想让王爷你帮他们，大概是不可能了。玄影。君叶璇阴哑地唤了声，玄影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瞬间奔到他的面前。王爷！燕被吓坏了，跟随王爷多年，几时见过王爷如此狼狈的一面。王爷，你现在这状态，告诉楚离，穿上本王的战袍，今日即刻出征，前往樊城。王爷，那你呢？你12骑跟上。李王爷，我家王爷让属下转告，请王爷穿上我家王爷的战袍，即刻出征，前往樊城。公子，穿过这条山涧路就能到达樊城，我们今夜还要赶路吗？公子，这一带听说有山贼。我们兵分2路。什么？不成，公子，我们一定要一起走，我说什么都不能跟你分开。艾夏，你听我说，我一刻都不想等，可我们不能一起冒险，可我们之中必须有人能赶到樊城。这个符号你记清楚了，只要看到它就能找到大哥，你一定要记住。我千辛万苦潜进来，你以为我就只是想看着你被人当众羞辱，以报那一巴掌的仇？这笑不再冰冷，不再可怕，相反竟有几分柔和。好像，真的好像楚离。这笑分明是属于楚离的。过去那1年他们相处的时候，楚离就是这样笑的。楚离，他是楚离啊！怎么，到现在依旧分不清本王与你的夫君？还是说，你更希望本王就是你的夫君？这份寒气，顾云溪一瞬间就清醒了。四皇兄，哼，还知道本王是你的四皇兄啊？四皇兄，你是来救我的是不是？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刚才他真的很绝望，也很害怕。四皇兄，我错了，我不该打你，你打回来好不好？你打回来吧，你打完就救我出去好不好？我还要去樊城。你去樊城有什么用？顾南风根本不在樊城。什么？四皇兄，我大哥……本王的人看到他出现在无穷。四皇兄，想去？四皇兄，求你！现在知道求本王了。君叶璇一脸冷漠，斜睨着他。打本王的时候不是很神气？可知道他这辈子从未被人如此打过脸。再来一次，你还敢不？他只是咬着唇不说话。君叶璇几乎要被他气笑了。你这……是四皇兄你自己不对在先。顾云溪抬起眼帘看着他，眼睛里还有几分水汪汪的气息，但他有些倔强。你不能那样羞辱人，我是楚离的娘子，你就算杀了我也改变不了我的身份。君叶璇瞪着他，他眸色一沉，顾云溪就吓得有些发抖，但他虽然心慌，自己认定的道理依旧不变。四皇兄，但你可以把我打回来，我绝对不会还手。你有还手的能力？四皇兄打完之后就带我离开好不好？我以后都会乖乖听话，我不会再惹你生气，我保证。只除了要让我那样。哼，还敢提条件？君叶璇冷冷哼了哼，顾云溪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好不好，四皇兄，我求你了，你打我吧。他闭上眼，将自己的脸再次凑了过去。打完就带他离开好吗？四皇兄，你快点啊！四皇兄。顾云溪睁开眼看着他。他打了他，他不仅没有恨他，还来救他。四皇兄，我们等会儿怎么办？下头都是守卫吧？
你还知道下头都是守卫？他敢保证，他等不到下山就被人乱箭射死了。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你又不救我。不过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已经很轻很轻了。哼，知道自己蠢了。君夜璇挑眉，只是当时很绝望，脑袋瓜不好使了。我知道四皇兄最好了。不生气了？我怎么会生四皇兄的气啊？四皇兄那日一定是喝多了才会胡乱说话。这么一想，顾云溪就觉得心情顿时好了一大半。不打本王了？他哼了哼，喝醉。那夜后来的确是喝醉了，但之前可是一滴酒未曾沾过。不打了。顾云溪现在的心情真的很好。其实和四皇兄闹翻，他自己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四皇兄，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啊？等？以四皇兄的武功，要离开应该很容易才是啊，连那个什么大当家都打不过他。是不是带着我会累赘啊？怕本王？不是，是有点怕。在他面前还是不要撒谎的好。怕本王，还奢望本王救你，哼，不觉得很矛盾？原本只是打算浅尝一下，但他没想到大当家竟真的推门走进来了，另一只手沿着他敞开的衣领快速滑了下去。但他挣不脱，四皇兄的手握着他的。他侧头看着门口，见到有人进来，顿时脸色一沉。大当家，我没有当众表演的嗜好，但因为大当家和两个山贼就在不远处，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顾老弟，我只是想看看，这小美人有没有将你伺候好。大当家不死心呢，竟然真的向他们走来。君夜璇低头在他唇上轻轻吻了吻。大当家要是真喜欢这丫头，我让给你就是，何必如此？大当家一愣，酒醒了一半，心不甘情不愿地停了下来。顾老弟，那个……君夜璇重重哼了哼，大当家吓了一跳，赶紧后退了2步。哎呀，罢了罢了，等顾老弟玩完，他再捡回来洗干净，自己玩就好。身为大当家，就该一诺千金。好，顾老弟你慢慢享受。大哥我不打搅了。顾云溪看着君夜璇，眼底水汪汪的，想让他赶紧将手拿开，却不想他眸色深沉晕黑。四皇兄，你别这样，手怎么了？顾云溪急得一双大眼睛红扑扑的，他竟然还问手怎么了，他的手还握着。四皇兄，别说话。君夜璇的唇又靠近了几分，离得这么近，他呼出来的气息立即就洒在了顾云溪的脸上，他的心脏好像也和他的心跳连在了一起那般，两个人的心脏一起砰砰乱跳，热得浑身难受。这勾魂的小东西，不可以这样，他是四皇兄啊！君夜璇的五指一瞬间收紧，顾云溪完全是下意识的抬起自己的身子，条件反射在迎合，最后很温柔的浅尝，一遍又一遍。楚离，那么像。抵在他胸膛上的手渐渐的就爬上了他的肩头，轻轻攀附着，感受到他的唇从自己的唇上离开，沿着他的脖子一路往下。顾云溪不仅没有躲避，甚至下意识躬身迎合。楚离，那2片印在他锁骨上的薄唇猛然间停了下来。楚离，感受到他的停顿，顾云溪睁开眼，想要看看他的脸，可却在睁眼的那一刻，忽然间心脏一阵颤抖，尖叫还没有来得及出口，就被他一把堵了回去，用唇。怎么又是这样？他是四皇兄，他怎么又将他当成楚离了？
可是刚才那么温柔的四皇兄和楚离真的一模一样，那感觉分明就是楚离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别叫！君夜璇放开他的唇，脸埋在他的颈窝里，还在喘着气。不要叫！他的声音一片阴哑，他的身体冲动的厉害，甚至他的大掌还紧紧握着他。不要动！软玉温香在怀，只要他再用一把劲，就能将他占有。只要再往下一点，他就可以将他所有的软糯彻底吞噬。君夜璇的理智和冲动正在做天人交战。别动！君夜璇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还要粗哑克制，隐忍的痛，连顾云熙都能感觉到。不知道过了多久，君夜璇的气息才稍微平和了些，终于从他颈窝里抬起头，低头看着他的脸。就如此迫不及待从本王身边离开？四皇兄，四皇兄，你冷静一点。君夜璇闭上眼，顾云熙赶紧从他身下钻了出去，又被他吓到了，几时才会不再怕他？四皇兄，我们赶紧离开吧。心里不爽快？不敢。他闷闷应了声，小嘴儿却是扁的。再等片刻。是因为怕我累赘吗？可能是带着他走不方便，是要等大家都睡着了才能离开。若本王说是，你是不是愿意留在这里，让本王自己离开，不连累本王？我不愿意啊。顾云熙赶紧过去，跪坐在他的身旁，揪住他的袖子。这小东西。君夜璇真的有些无奈，倒是被他这么一折腾，心底那只兽渐渐又沉睡了下去。他忽然站了起来。四皇兄，不要丢下我。跟着本王就不怕被本王吃了？就像刚才那样。你不是故意的。他有在克制隐忍的，其实他都能感觉到。四皇兄，你不要再吓唬我，我的心脏好难受。君夜璇看出来了，他现在真的不好受，眼睛始终是红红的。本王不会丢下你，这家伙撕了你的衣裳，你想如何？顾老弟，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不，外头的是你的人。说吧，想要她的脑袋，还是想要她的手？他们一直在烧杀抢掠，害人不浅。四皇兄，废了他的武功吧。好。君夜璇长剑一挥，床上的姑娘刚坐起来，就被眼前这一幕吓得两眼一翻，晕了过去。顾云熙也赶紧别过脸，四皇兄的手段总是那么凶残。君夜璇抱着他转身就走，身后大当家咬着牙哑声道：你是玄王爷？楚离。男人的唇从他唇边移开，忽然间胸口一紧，河边的风吹过，两条腿很快就感觉到凉意。顾云熙微微睁开眼，腿被他扯开，他下意识想要合拢，依旧是惊慌不安。楚离。顾云熙气息很乱，微微喘着气，睁眼看着昏沉的天幕。天快亮了，他们在哪里啊？不远处河水流淌，涓涓细流划过石头，声音清脆柔和。他猛地睁大一双眼睛，终于彻底清醒了过来。别动！四皇兄，放开我！顾云熙还想用力推，却又不敢乱动，生怕勾起他的念头，让他克制不住。可是为什么又这样啊？他太过分了。这次甚至比之前还要过分，分明是在他清醒的情况之下。都这样了，还不想？君夜璇从他颈窝中抬头，垂眸盯着他红扑扑的小脸，他眉目深沉，眼底一片晕黑，氤氲雾气萦绕，这双眼睛性感的一塌糊涂。感受到他的情动，君夜璇眼底的晕色一瞬间加深。希儿，你也想要我，是不是？我不。顾云熙惊得浑身发怵，双眸一瞬间蒙上泪意。他的手，他的手指。君夜璇有些暴躁，
都这样了，明明他也想得很，为何总是口是心非呢？心头那只兽一下子就爆发了。说，你也想要本王？快说！他又哭了。此时人就坐在河边，身上裹着他的衣袍，哭得没有任何动静，连声音都没有，就只是默默流眼泪。君夜玄只觉得太阳穴在突突的跳动，烦躁。你自己睡到本王的怀中，本王以为你想。虽然他也想，但他不喜欢趁人之危，对迷迷糊糊的人下手不是他的风格。我以为你是楚离，他真的以为是楚离在抱着自己，为什么他们俩的感觉那么相似啊？那也是你的问题，与本王有什么关系？你哭什么？看到他哭就烦躁，心脏一直不好受。不许哭！他真的很绝望、愧疚、不安，以后还如何面对楚离呀？别哭了，本王错了，别哭了好吗？有谁见过玄王爷会如此的低声下气哄人的？这丫头绝对是普天之下第一个，但可惜人家依旧是不理他，依旧哭他自己的。再哭，本王现在就强了你，不信试试看。他的泪戛然而止，挂在眼角，欲滴未滴的。这次真不是故意。那以前就是故意的。哼，这女人还真是懂得如何打蛇随棍上。你倒是说说，本王哪次是故意的？在宫里。你自己喝了什么，自己心里没数？那在狩猎场。是你自己在本王身上乱蹭，你当本王是个死人没感觉？那昨夜是为了演戏给大当家看，至于今晨，是你自己往本王怀里钻。你一个有夫之妇，你以为本王对你真有多稀罕？真的吗？君夜玄很烦躁，自己说话如此无情，他不仅没有任何难受的感觉，反倒好像是看到了希望。哼，这死女人是有多抗拒嫌弃他。他走到河边，捧起河水洗了一把脸。顾云熙的目光一不小心就落在了他的手上，那修长的手指，刚才那些画面在自己脑海里浮起。虽然他们没有真的做出那种事，可四皇兄的手已经那样了，和做过有什么区别？以后他对着楚离还能做到坦荡吗？四皇兄还敢靠近本王？只要四皇兄以后别欺负人，以前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日后我会跟楚离说清楚。若是楚离不要我，我便回将军府，以后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君夜玄眯起眼眸，盯着他苍白的小脸儿，他这话是认真的。楚离不会休了你，一辈子都不会。我玄王府的人，谁允许去什么将军府？顾云熙却只是勉强扯了扯嘴角，不说话。这是他和楚离之间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所以他说什么都算不得准。君夜玄却忽然眸色一沉，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四皇兄，你以为本王在跟你开玩笑？四皇兄从来不喜欢开玩笑，不是吗？但这毕竟是我跟楚离之间的事情，四皇兄还请不要插手。若是用强迫的手段让楚离和他在一起，那么将来他们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好。你对楚离就只有这么一点信心？你不懂。顾云熙不想跟他争辩，他只对他脸上的刀疤感兴趣。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真实？你的易容术是12的手法，洗不下来，好像连揉也揉不下来。顾云熙心头猛地一震，他忽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事。那颗痣，如果也用类似的药水弄上去，是不是就算他用力的去揉，也不会揉掉？这么一想，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用力扎了一把那般。新婚夜，君定北说四皇兄赶回去参加婚宴了，可他没见过玄王爷，婚宴上只有楚离。第一次给君夜玄画上美人痣的时候，他吓得毛笔都掉了，是因为他发现画上美人痣的君夜玄和楚离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那夜楚离回来看到他的时候，身上有一股檀香味儿。第二日他见到四皇兄，他身上也有一股檀香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味道。
还有他亲他想要他的眼神和楚离一模一样。你是楚离？哼，你是有多希望我是楚离啊？不过你想要的时候，若是想将本王当成楚离，如此能心安理得，本王也可以勉强将就一下，配合你。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怎么可能会是楚离？楚离不会这样对他的。玄影，正在不远处吃草的玄影立即奔了过来。君夜玄一跃上马，低头看着他。若想尽快将顾南风救回来，本王劝你别再胡思乱想。本王还要赶回樊城守城，若你不是楚离的娘子，你猜本王会不会浪费一丝一毫的精力去帮你？知道了。顾云溪走了过去，这只手金晨还曾经碰过他，那么深。顾云溪揪住缰绳，一跃上马，很快就稳稳地坐在了马背上，努力不让自己再碰到他的身体。君夜玄垂眸看着他刚才还有些绯红，如今却一片苍白的脸。骑术果真这么好？5日的时间，从皇城赶到即将进入樊城的山脉，就连他的骑兵队伍也得要7日。这丫头的骑术的确超乎他的预料了，在四皇兄的面前，只能算不差。风吹在他的脸上，就像刀子在脸上刮过一样的疼，疼得让人想尖叫。他就是故意的，这小鸡巴拉的混蛋！最后，顾云溪实在是扛不住，终于长腿一收，侧坐转身，将脸埋入君夜玄的胸膛里。果然，刚埋手在他怀中，就听到这混蛋愉悦的笑声从自己头顶上方响起，真是恨不得给他一拳，将他嘴边的笑打散，但他不敢。在客栈住下来，顾云溪沐浴更衣之后，将窗户打开，不想从他的窗边往下看，竟看到后院角落里一男一女站在树影之下。虽然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但顾云溪知道那男的是君夜玄，而那姑娘身着一身素白的衣裳，脸上甚至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白纱。他一下子就想到了燕十一说的那些和大哥在一起的白衣姑娘，白檀教，他们竟然抱在了一起。不，应该说那白衣姑娘抱住了君夜玄，而君夜玄并没有将她推开。顾云溪抓住窗台的边缘，心脏有一种很奇怪说不清楚的感觉。忽然君夜玄抬头，目光竟好像投向这边。顾云溪砰的一声将窗户关上。四皇兄为什么会认识白檀教的人？大哥被白檀教的人带走，四皇兄说要来和我一起找他，可四皇兄却和白檀教的姑娘抱在一起。在看什么？君夜玄面无表情，甚至眼底有一种顾云溪看不透的寒意。没什么。有话要说。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君夜玄几乎要失去所有的耐性的时候，顾云溪才问道：你认识白檀教的人？君夜玄盯着他，不承认却也没有否认。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大哥？我大哥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君夜玄还是没有说话，只是举步向他走来。四皇兄，既然你认识白檀教的人，你能不能……你以为本王和他们一起对付你大哥？不是。虽然他心里的确有疑惑，但至少在这方面他从未怀疑过他。我只是……君夜玄忽然转身出了门，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顾云溪冷静了片刻，将防身的短刀藏在短靴里，打开房门就要出去，不料还没有迈出去半步，就被人挡了回来。王妃，王爷吩咐过，请王妃留在房中休息，他没回来之前，王妃莫要出门。站在门外的人是燕十二，看得出来一身风尘仆仆。四皇兄去哪里了？恕属下不能告知。那也恕我不能听你们的安排。既然已经知道大哥的失踪和白檀教的人有关，他就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顾云溪想要出去，燕十二却往前一站，硬生生用自己的身躯将他逼退。燕十二！顾云溪掌心一紧，燕十二面无表情道：王爷吩咐过，王妃若是不听话，属下可以用任何方式将王妃留下，包括动用武力。好一会儿才砰的一声关上门，转身回到房中，却不想刚走到窗边，就忽然闻到一阵奇异的花香。之后他两眼一闭，倒了下去。她就是君楚离的王妃？是。君楚离怎么可能会娶妻？她是什么情况，你我都知道。顾云溪的指尖依旧无力，却在慢慢紧绷。他为什么说楚离不能娶妻？是啊，
所以这事儿女儿也觉得很奇怪。更何况楚离的王妃这几日却一直和叶璇在一起。你一直在监视他们的行踪。这中年女子，顾云熙听懂了，是年轻女儿的母亲。你还没对她死心？女儿不说话。哼，本座早说过，你绝不能对任何男人动心。你这一生都只能属于我白檀教。他们是白檀教的人。顾云熙的心头一瞬间绷紧。母亲，我对玄王爷并没有奢望，他也知道我是不能与他在一起的。只是玄王爷忽然出现在乌琼，未必不是对我白檀教有企图，我才会。你是本座的女儿，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本座不知道？这个母亲是冰冷而严厉的。本座劝你早些死了这条心，不要妄想与君叶璇有任何所谓的未来。至于这女人，顾云熙虽然没有睁开眼，甚至还没有机会醒过来，但他似乎能感受到一道冷冽森寒的目光锁在了自己的身上。哼，以君楚离目前的情况，他不可能娶妻生子，但这女人明显已经不是少女身。母亲扫了女儿一眼，冷笑：君叶璇一直跟他在一起，哼，女儿啊女儿，你这下还不死心吗？女儿不说话，顾云熙也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为什么他们认定楚离不能娶妻生子？说楚离不能，那么那些纠缠的夜晚里拥着他疯狂索取的人又是谁？那母亲后来说了什么？顾云熙没听清楚。最后母亲走了，女儿却留了下来。她走到床边坐下，盯着顾云熙白皙无瑕的脸，下意识往自己的脸上轻轻抚摸了过去。黎王妃长了一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她从不允许女子碰自己，却日夜和你在一起，就因为这张脸吗？二小姐，玄王爷来了。君叶璇来了。顾云熙依旧是迷迷糊糊的被人扶了起来。人到大堂的时候依旧浑身无力，被2名白衣女子丢在椅子上。之后有个白衣女子持刀靠近，刀口正压着他的脖子。不知道穆教主这是什么意思？君叶璇的目光落在顾云熙身上，他已经睁开眼回视着他。不知教主将本王府中的人带来是何用意？玄王爷来到乌琼便是客人，本座只是想邀请玄王爷到我白檀教做客，哪来什么用意？这就是穆教主的待客方式。他看了压在顾云熙脖子上的短刀一眼，那眼神依旧平静如水。穆红日眼底掠过一抹清锐的光芒，他皮笑肉不笑道：玄王爷武功盖世，本座只是不想节外生枝。穆教主，本王说话从不喜欢拐弯抹角。好，那本座就开门见山，请王爷先受本座2枚透骨钉。穆教主该不会以为本座真会为了一个女人受委屈吧？好，那本座不妨试试。穆红日弹了弹指尖，冲站在顾云熙身边的白衣婢女一笑：那就先画花她的脸，让玄王爷看看本座的手段。是。那白衣婢女手上的短刀落在了顾云熙的脸上。顾云熙闭上眼，眉宇间倒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这小丫头有点意思，倒也不必急着毁了她的容貌。这张脸连本座都忍不住要欣赏。她的笑意像是淬着毒液。顾云熙睁开眼睛，药效散了些，力气却始终不大。四皇兄，你以为你画一颗美人痣，穿着楚离的衣裳，你就真的能成为楚离吗？没人跟你说过我和四皇兄长得完全一样吗？手这么凉，是被子太薄，还是穿得不够？是生病了吗？见他依旧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一脸呆滞，君楚离无声叹息，将他轻轻地拥在怀中。早些时我体内剧毒发作，不能见你，让你受委屈了。可是他们都说你不能娶妻生子。
君楚离却温柔一笑，轻轻揉了揉他的额角，那是楚离最喜欢的动作之一。为什么？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那些都是在我毒发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你体内剧毒若是不发作，就可以和我。这种时候顾云溪是该脸红的，可他此时脸色依旧很苍白。君楚离点了点头，顾云溪鼻子一酸，扑了过去，一把将他抱住，眼泪差点滚了下来。康服了穆安宁的药，毒性被压住了，如今脉象和常人无异，无需担心。顾云溪的指尖落在他的手腕上，脉象的确与常人无异，当真是这样吗？君楚离低头，在他额角上轻轻吻了吻。难道你连自己的夫君都认不出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顾云溪心头猛地一颤，这是他和楚离定情那夜，他们在花海中坐了一夜。第二天日出的时候，他念的诗：楚离，以后不要再离开我。君楚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看着他，柔声道：不要生四皇兄的气，他没有恶意。我是不是生气对他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不，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顾云溪动了动唇，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最后他放开楚离，淡淡道：我与四皇兄。不用说了，我相信你。楚离，明日顾将军就要出征，去青城，你可想去？我想。那好，我就陪我的娘子走一趟，替我大舅子拿下青城，为他将功赎罪。顾云溪的眼底这才终于找回一点光亮。听说你今日一直没有用膳。君楚离朝外头喊了声：命人准备晚膳。是。四皇兄的人你都能随意使唤？不是说12旗只听玄王爷一人的命令，但不管是12旗还是四皇兄身边最贴身的侍卫燕北，楚离使唤起来似乎也丝毫不见违和。我与四皇兄从小在一起，若是不能使唤他的人，我身边岂不是无人可用？刚从床上下来的时候，腿还有些发软，饿的。你瞧瞧，将自己折腾成这样，是诚心要让我心疼吗？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对我避而不见。顾云溪想想还是觉得不安，他揪住君楚离的衣裳，认真道：以后就算你毒发的时候，也要让我留在你身边，守着你。现在的脉象完全看不出任何问题，不知道是他医术不够，还是他中的毒太厉害。这事儿啊，回去之后他得要好好研究一下，必要的时候或许还得要找穆安宁请教一下。如果穆安宁愿意告诉他的话，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治好楚离。好。燕12很快就带着2名婢女将饭菜送了进来。顾云溪今日心情好，比往常吃的都多。用过晚膳，婢女还送来了御汤。一起。君楚离眼底含着笑意。顾云溪脸一红，慌忙拿着衣裳躲进屏风后。不行，我还不能适应。等他出来的时候，君楚离迫不及待将他一把抱了起来，往大床走去。顾云溪知道他想做什么，可他心里还是有几分不安。被君楚离放在床上的时候，他下意识伸出手抵在他的胸膛上。楚离，现在就连我都要拒绝。顾云溪总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但他没有机会深想。君楚离低头吻住他的唇，顾云溪却还是想将他推开，一种莫名的本能。为什么总感觉楚离的吻和四皇兄的气息那么相似，他甚至都无法区别。在我身下也敢走神？君楚离眯起眼眸，忽然将他的身子翻了过去。顾云溪顿时一阵惊恐，急道：楚离，你不要这样，我想看着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夜的顾云溪特别抗拒这个姿势，背对着他，完全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看来分别数日，你现在对我确实不如从前专情了。君楚离的大掌从他腰间穿过，一把划了上去，将他软软的身躯紧紧扣住。我不是。没关系，我会让你
重新专情起来。他低头，嘴角噙着一抹他看不见的笑意，在他肩头上轻轻啃了下来。顾云熙还想说什么，可身后的男人忽然间就变得霸道而强悍了起来。当他的手猛地往下滑去的时候，顾云熙只能用力咬着唇，说话已经不可能了，一张嘴必然是尖叫。没多久，寝房里便传来了女子失控的尖叫，久久未散。楚离，若你穿上四皇兄的铠甲，敌人会不会以为你就是玄王爷？自然是会的。君楚离坐在椅子上，看着换了一身劲装之后从屏风后出来的姑娘。穿成这样，是要故意勾引我吗？你别乱来了。昨晚那么凶狠，弄得他到现在两条腿还是又酸又胀的，现在又是这种眼神，这人永远都喂不饱的吗？哼，好吧，今日暂时放过你。你是忘了上回几乎丧命的事情，还是连自己的命都不想要了？听说玄王爷的玄月刀重达100多斤，只有你自己使用起来能挥洒自如，可我为何在战场上见到了楚离用你的玄月刀，就像是用自己常年使用的武器一般自在？你几时见到楚离上战场？哼，还是说你根本连自己的男人都认不出来？你什么意思？10日之前替你大哥破城的是本王，你这个蠢女人！你以为你楚离独行刚被压下去这状态，本王会让他出征打仗吗？你说的是真的？顾云熙心头一震，眼底有惊喜，可很快惊喜就被压了下来，心里始终还是有疑惑。现在立即随本王入宫，皇祖母要见你。皇祖母为何要见我？你以为本王会知道你们女人的心思？打了本王2回，本王不杀你，你就该叩谢神恩，还敢在本王面前废话？顾云熙依旧愣愣地看着他，他说那夜攻城的人是他，可他明明看着楚离进去换衣裳，最后穿着这一身铠甲出来的。还愣着做什么？你是故意想让本王抱你入宫？顾云熙转身就走，再也不跟他废话。入宫又是君月玄陪他一起，明明是太后召见他，顾云熙来到太后的寝宫时，却被嬷嬷通知太后身子抱恙，明日才能见他们。离王爷今夜也在宫中，离王妃不妨先休息，奴婢会命人去通知离王爷，让他晚些时候过来陪王妃你。顾云熙点了点头。安嬷嬷又看着君夜玄道：王爷，太后无暇陪伴离王妃，心中愧疚，还请王爷替太后。在楚离过来之前，本王先陪着离王妃到处走走便好。太后还怕王爷你拒绝不是，奴婢的意思是还请王爷照顾好离王妃。君夜玄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一切似乎沿着越来越诡异的方向在发展。别碰我！希儿，你还好吗？别碰我！顾云熙瞪着他，指尖还在颤抖。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希儿，我是楚离。你不是，你是君夜玄，你不是楚离。我早知道定会有如此一日。顾云熙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看着他温柔的眼神，他惊恐不安的心终于慢慢平复了下来。楚离。顾云熙愣愣地看着他，他眼角的确有一颗美人痣，可他和君夜玄那么相似，他根本分不清楚。皇祖母身体抱恙，命我与四皇兄即刻赶回来，他怕等不及。君楚离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看着他，柔声道：你是在怨我没等你一起回来吗？顾云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人依旧是木然的。这2日太后身子稍好些，也才急着想见一见她喜欢的小辈们，所以才会在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急着召我入宫。可他抬头看着君楚离的时候，眼神还是无法热情起来。怎么了？为何用这种眼神看我？君楚离冲他温和一笑，将他揽入怀中。还在生气？他下意识轻轻推了一把，但他加重了力道，依旧是不管不顾地将他拥在怀里。
被他抱住那一刻，顾云溪浑身不受控制的僵硬。或许真的是太累了，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别慌，我会永远在。他已经分不清君叶璇和君楚离的区别，苍天为何要如此捉弄他？那夜，君楚离搂着顾云溪入睡，感受到他对自己一直有一份抗拒。君楚离今夜并没有折腾他，醒来时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楚离呢？抬眼望去，便看到屏风外一身玄黑衣袍的君楚离刚将房门打开，走了出去。他穿玄黑色的衣裳，顾云溪立即从床上下来，随意套上衣裳就追了出去。君楚离去的是太后寝房的方向。楚离！他追了过去，苍茫夜色之下根本没有君楚离的身影，他好像去了太后的寝房。顾云溪一肚子疑惑，刚走到太后寝房外，就忽然听到了一声惨叫从房中传来，是太后。只见太后倒在血泊中，胸口涌现出一个血窟窿。皇祖母！就在这时候，外头传来宫女的尖叫：“来人！有刺客！太后遇刺了！来人呐！”一群侍卫冲了进来。顾云溪不知道君楚离去了哪里，从他发现太后被刺伤，自己被当成嫌疑犯人被绑起来，一直到有人来看他了，君楚离始终没有出现。来看他的人是君叶璇，他今夜一身劲装，依旧是他习惯性的玄黑色，一身硬朗的色调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森寒冷峻，甚至有一份肃杀的气息。你的同伙在哪里？说。四皇兄，太后不是我杀的，我只是……本王问你，同伙在哪里？君叶璇忽然欺身靠近，一把捏住他的下巴，他身上那股寒气立即压得顾云溪差点喘不过气来。我说过，太后不是我杀的。太后中的那一刀虽然没有刺中心脏，但她失血过多，必须要输血，否则以她的体质，她会活不下去的。你怎知那一刀没有刺中心脏？我给她把过脉，她气息虽弱，但是脉象还算稳。若是被刺中心脏，脉象定然不会如此。四皇兄，宫中御医不懂输血，你让我去救治太后吧。本王怎么不知道？本王这位弟媳还懂这些奇奇怪怪的医术啊！我与四皇兄从未相处过，我没有必要事事向四皇兄你交代。现在必须要将太后救活过来，不仅是因为他医者的仁心，也是因为只有太后活过来，才能给他洗清嫌疑。四皇兄，请你让我去看看太后，晚了就来不及了。本王怎知你是不是刺杀不成，还想借机加害太后？四皇兄，顾云溪瞪着他，眼眸一瞬间就红了。这种话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他真的就这么想他？我若是真的刺伤太后，为何不逃？我为何还要留下来给太后止血，让你们有机会将我逮到？君叶璇薄唇紧抿，虽然不说话，不过却似乎陷入了沉思。四皇兄，你让我试一试吧。王爷，外头忽然传来侍卫的声音。王爷，太后不行了！王爷，你快去看看太后啊！君叶璇脸色一变，转身就要走。顾云溪哑声嘶喊了起来：“四皇兄，你让我去！太后还有一线生机的！四皇兄，我求你相信我一次，我求你！”王爷，皇上让你去见太后，最后一面，还有机会的。你走太慢了。你带他来做什么？他说他能治好太后。她是将军府的小姐，朕从未听说将军府的小姐们有谁懂医术，这简直是胡闹。如今太后命将休矣，皇上万分沉痛，眼底已经容不下半粒沙。来人，将顾云溪拖下去，乱棍打死。四皇兄，你信我，求你！君叶璇一挥手，侍卫瞬间停住，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要不要听他的。璇儿，他是行刺太后的凶手。没有证据之前，谁都不能说他是凶手。
君叶璇并没有看容妃，而是看着皇上。父皇，请给他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若他不能救太后，儿臣……此时君叶璇的目光落在了顾云溪的身上。若他救不活太后，儿臣定会让他生不如死。我一定能治好太后，但是我需要你们每个人的血。太医已经宣布太后不治，如今顾云溪还在太后的寝房里垂死挣扎。要朕的血？莫公公命人在院子里摆设了御椅，皇上如今就亲自守在太后的门外。皇上不走，所有人都不能走。一向清静的寝宫今夜特别热闹。黎王妃说了，也要大家的血都试一下。滴血认亲？这丫头是疯了吗？这个时候耍什么滴血认亲的把戏啊？竟然让大家和太后的血混在一起，这不是滴血认亲是什么？他根本不懂医术。来人，将顾云溪！母妃。君叶璇大步上前，犀利的眸光扫向侍卫。不是滴血认亲，王妃说不是亲人的血也可以，只要血型相同。用本王的血试试。璇儿！君叶璇却看着他，眼神坚定。儿臣试试。容妃的指尖绷得紧紧的，那小医官却已经用顾云溪的银针在君叶璇的指尖上扎了下去，血珠滴在水杯中。小医官拿着水杯进去，没多久就喜形于色的一路小跑着出来。玄王爷，黎王妃，王妃请你进去。玄王爷进去了。皇上，还是让老臣去看看吧。老太医进去了。没多久，老太医哭丧着一张脸，跌跌撞撞的出来。皇上，太后轰了！脉搏消失，毫无气息。太后去了。不知过了多久，皇上沙哑无力地说：“将顾云溪拖下去，五马分尸。”父皇，皇祖母醒了。父皇，儿臣扶你进去。快！母后。宫门外，一辆熟悉的马车等候在一旁。王妃，请上马车。见他看自己的目光有些迷惑，君叶璇眸色一沉，又想勾引本王。多谢四皇兄那日的信任。若不是君叶璇愿意相信他，给了他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他此时恐怕早就和太后一起没了。哼，本王在意的是太后，你是死是活，与本王有何关系？顾云溪没说什么，还是习惯性的往角落里挪动，尽量远离他。怕本王？没有的事，我只是不想再招惹误会。过去种种还历历在目，顾云溪下意识又往角落里缩了缩，他只想快点回去见楚离。太后遇刺的那夜，四皇兄可知道楚离在哪里？你自己的夫君，你问本王做甚？顾云溪侧过头，只是想躲避他火辣的视线，却不想眼角余光处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一件衣袍放在马车的角落里。这衣袍，不料他的手指头还没有碰到衣袍，那件衣袍竟然被君叶璇隔空抓了过去。四皇兄，已经脏了的东西留着何用？楚离的衣袍为何在你的马车上？楚离之前坐这辆马车回府，他的衣袍留在此处，有什么好奇怪的？不可能，我问过母妃，楚离是坐他的马车回的王府，所以才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衣袍是你的？君叶璇薄唇紧抿，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那夜穿着这件衣袍从我房间里出去的人也是你，是不是？不是。说不是你，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顾云溪忽然很想哭。那夜他醒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穿着这件衣袍从房间里离开的。本王的东西，本王想扔就扔，何须向你解释？可是你刚才说了这件衣袍是楚离的，你就是楚离，楚离就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如此骗我？为什么？从他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他和自己的夫君那么相似，长相相似，就连给他的感觉都一样。我不问你为何去太后的寝房，我也不会追问你为什么要假冒楚离的身份，我只需要你跟我说一声，
那个月夜与我在一起的男人就是你。不要再骗他了，他真的无法再承受。为什么不与他相认？为什么？我说过，我不是楚离。所以你现在因为心虚，连本王这个自称都不要了是吗？你……君叶璇瞪着他，眼底却没有半分怒火。他是楚离，他真的是楚离。好，我还有办法证明你就是。顾云溪忽然扑了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当初楚离为了救我，胸口被刺了一刀。说你不是楚离，你的胸口一定没有那个伤疤。君叶璇，你敢不敢让我看看？顾云溪正要将君叶璇的衣裳拉开，手却被君叶璇一把握住。你以为你在做什么？要脱本王的衣裳？哼，本王是你什么人？你胆子倒是够大。你是我的什么人？将衣服脱了，不就一清二楚了？顾云溪心里虽然激动，可他还是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冷静，至少表面上的冷静。玄王爷不敢是吗？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很好玩是不是？本王几时玩弄过你？既然没有，那就将衣服脱下来，给我看看。眼泪已经干涸，他抬起小脸，倔强地瞪着他。让我看看。顾云溪此时已经彻底冷静，就连声音都变得柔和。你真的要看？本王的身体，你若是看了，就得负责。还能怎么负责？我有什么是不属于你的？看来你对自己的感觉很自信。君叶璇的笑意却越发冰冷，甚至让人看一眼就有一种浑身冰凉的感觉。你想要的真相，本王给你。真相便是真正的君楚离此时人还在玄王府中，就在云离阁里，他在抚琴。你有如此完美的夫君，却还在肖想别的男子。顾云溪，想做本王的女人，你哪儿来的资格？四皇兄，希儿。楚离，他捂住胸口，忍了忍，又忍了忍，终于是忍不住一口浴血吐出。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再也想不起来了。希儿，他晕过去了。顾云溪这一病足足病倒了3天3夜，昏迷了3日之后才悠悠醒来。你终于醒了。顾云溪张了张嘴想说话，一切等你好起来再说。那么温柔，那么宠溺，那么怜惜，但他依旧抬起手，固执地揪住了他的衣襟，轻轻扯了扯。你想看什么？之后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将衣裳拉了下去，那是一个刀伤，伤疤清晰可见。等他看够了，君楚离才将自己的衣裳拉上。你是不是喜欢上四皇兄了？这个问题顾云溪始终没有回答。之后的2天，顾云溪一直在养病。你真的懂医术？大夫怎么说？不过是年少时中了毒，毒素一直没有清除，残留在体内罢了。这2年毒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是吗？是。他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却对他的医术很感兴趣。我怎么不知道你医术如此好？你对我的了解有多少？顾云溪这话一语双关。楚离了解多少，阿离便也了解多少。顾云溪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他阿离，但他不想叫他楚离。顾云溪从床上下来。你喜欢做什么我不会管，你想和谁在一起我都不阻拦。他轻轻握起他的手，话语温柔。但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此生我只会守着你一个人。希儿，我的要求不多，只要还能时常见到你足矣。玄儿，你出征之前已经见过那几位姑娘，不知道她们当中哪个你更喜欢？希儿，上回听说那3位姑娘来的时候你也见过了，你觉得如何？3位姑娘我的确都见过了。母后，你需要我说实话吗？但说无妨。皇后娘娘那位侄女南宫兰儿，脾气大概是不太适合四皇兄的。哦，本宫也听闻这位南宫姑娘刁蛮任性，怕是个多事的主儿，本宫对她也是没有太喜欢。至于另外2位，相国府那位秦小姐看着温婉动人，知书达理，倒是3位姑娘之中最为合适的。所以希儿，你觉得秦小姐最好？这倒不是，若是我来选，我更喜欢的是征西将军府的陆红玉姑娘。她看着豁达大气，为人也极为爽直，我是真的挺喜欢的。顾云溪说话也没有用太肯定的语气。希儿说秦柔姑娘最合适，她却更喜欢陆红玉姑娘。顾云溪眸色微动，
分明感受到来自君夜玄那份不善意的寒气的压迫。玄儿，那么你觉得呢？本王与楚离是双生子，偶尔还会心意相通，所以楚离喜欢什么姑娘，本王也喜欢。玄儿，让小希儿找一个与她一样的便好。荣妃眼底掠过一抹晦暗，看向顾云熙的时候却换了一张笑脸。希儿别生气，你四皇兄指示。我明白四皇兄的意思了，我家中还有好几位姐姐未曾出阁，四皇兄的意思是对我的几位姐姐感兴趣吗？君夜玄盯着他，眸色森寒。过2日我正好也想回将军府看一看，所以四皇兄，我会替你留意一下，看看哪位姐姐愿意。你的姐姐长得如你一般，那倒是好。你若也有一位双生子姐姐，就让她直接嫁给本王便好，如此本王也不必选了。君夜玄放下杯子站了起来。母妃，儿臣还有事，先告辞了。说罢转身就走，再也没有看顾云熙半眼。阿离，他们说母妃请你过去，我正要去看看母妃要跟你说什么。阿离是怕你母妃为难我吗？希儿，王府重地，不可乱说话。王府重地，是不是事事都要守规矩？这种地方我怎么待得下去呢？君楚离走在他的身边，心里有些愧疚。是不是觉得这地方对你来说太压抑，你想搬出去？你真的愿意搬出去？若你喜欢，我可以陪你出去住一段时间，但终究是要回来的，是不是？顾云熙忽然住了步，认真地看着他。他和君夜玄的确是长得很相似，一般人或许会分不清楚，顾云熙却能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阿离是阿离，楚离是楚离，他忍不住自嘲一笑，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希儿，若我俩搬出去，丢下四皇兄一个人，他会很痛苦。他有什么好痛苦的？玩弄别人的感情，肆意妄为，只手遮天，他痛苦。顾云熙仿佛听到了这个世上最好笑的笑话那般。难道该痛苦的人不应该是你我？他抢了你的功劳，伪装成你的模样跟我在一起1年了，他哪里痛苦？希儿，还有你呢？你说你喜欢我，但是你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跟我在一起，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不过他忽然又觉得，不管君楚离在想什么，这一切都不重要了。认真算起来，你跟我什么关系都不算。我累了，我想回去休息。希儿，我是你的夫君，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四皇兄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从未欺骗过你，一切都是因为我。别说了，我真的累了，告辞。身后君楚离的声音依旧真挚而诚恳。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娘子，此生此世除了你，我不会要任何女子。可我除了你早就有了别的男人。顾云熙走了，这话将君楚离的心脏刺得千疮百孔。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明知道离儿喜欢他，为什么还要沾染他？你甚至那夜，你知不知道本宫为何要打你？你说。君夜玄始终薄唇紧抿，不说话。青嬷嬷给他检查身子的时候看到了什么？青嬷嬷看到他身上全是男人留下来的痕迹，离儿根本不可能与他同房。你在他们新婚之夜闯入他们的新房，是不是？你竟然将你亲弟弟的女人占为己有，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你的弟弟？君夜玄还是不说话，背后血迹斑斑，豆大的汗珠沿着他的额角滑落，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容妃最恨的就是他现在这模样，如此倔强。他是离儿的，把他还给离儿，本宫能原谅你。本宫要你发誓，以后绝不会与顾云熙有任何纠缠。你说。君夜玄一声不吭，这分明是在无声的对他抗议。难道他以后还是要去找顾云熙？本宫让你发誓，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君夜玄越是没反应，容妃的鞭子就抽得越狠。你看看你跪着的是什么人？你看看你现在究竟在做什么？你对得起他吗？君夜玄慢慢抬起眼帘，视线落在牌位上。为了一个女人，你连你的使命和责任都忘了，是不是？你也忘了你的血海深仇了吗？儿臣没忘。君夜玄终于咬着牙，哑声低吼。既然没忘，那就将顾云熙还给离儿。她是儿臣的女人。君夜玄的胸膛不断的在起伏。
他捏着掌心，声音嘶哑：“她是儿臣的女人，从一开始就是。”你放肆！容妃被他气得彻底失了控，扬起鞭子狠狠地抽打在他的背上。你再说一次试试，你敢再说？她是儿臣的女人。君叶璇闭着眼睛，咬着牙，默不作声地承受着鞭打。母妃，你不能再打了，你会打死四皇兄的。离儿，他抢了你的女人，你为何还要帮着他说话？四皇兄没有抢儿臣的女人，希儿本就是四皇兄的。离儿，你在说什么混账话？顾云熙是你的王妃，1年前也是你将她救回来的，她本来就该属于你。容妃看着他，顿时心疼起来。地上寒凉，离儿，你快起来。母妃，你如此疼爱儿臣，却为何要对四皇兄这般严厉？他也是你的亲儿子呀。君楚离实在是不明白，自己中了毒之后体弱多病，根本就指望不上，他才该是母妃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啊！本宫没有这样的不孝子。母妃，离儿，你身子不好，快起来，别跪着了。除非母妃答应不再打四皇兄。君楚离知道他心里有气，可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母妃，真正自私的人是儿臣。1年前，儿臣。君楚离忽然脸色变了变，一股血气堵在胸臆间。离儿，你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不要激动。嬷嬷，快去叫兰渊，快去呀！是，奴婢这就去请兰先生。青嬷嬷吓得脸色大变，匆匆跑了。母妃，你错怪四皇兄了。1年前，心里忽然间万念俱灰。或许他自己也清楚，真相一旦说出去，自己活着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念想，可他不能不说。1年前儿臣之事。忽然君楚离一张嘴，哇的一声，一口浊血吐出。离儿，你怎么样？兰渊怎么还不来？兰渊呢？颜梅，带穆安妮过来，快！是。新婚夜是我让大哥陪着希儿，是我，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孩子真是傻。宴会上，莺莺燕燕，环肥燕瘦，应有尽有。这会儿啊，虽说是给玄儿选妃，但选中的姑娘未必就是玄王妃。你看看我们家小希儿，不仅长得好看，性情也是极佳，她甚至还懂医术，还能起死回生。总之啊，如今在太后的眼里，顾云熙就是一块宝。若是小希儿的姐姐也能嫁入玄王府，以后啊，就多一个人照顾小希儿，这样哀家也就放心了。希儿觉得呢？哎，小希儿在想什么？为何想得如此入神？阿离不喜欢与人应酬，不知道他在外头。离儿在本宫的寝宫里休息着。母妃和皇祖母刚才在聊什么呀？抱歉，我没有听清楚。哎，这小两口新婚燕尔，才分开一会儿就如此受不得。哀家看在眼里，心里也是欣慰着呢。容妃却依旧咬着这个话题。本宫和母后方才在谈玄儿。皇祖母的身子可好一些了？那夜的刺客抓到了吗？到底是什么人啊？哀家只知道刺杀哀家的是个蒙面黑衣的男子，至于另一个，还有另一个。顾云熙心头猛地一紧，那夜的事情到现在依旧是个谜。另一个，太后想了想，又摇摇头，好像是来救哀家的，但哀家没有看清楚他是谁，只知道刺客还想行刺的时候被那人击退了，之后小希儿你闯进来，那人追着刺客走了。母后就没有看清楚那两个人的模样吗？他们一个蒙着面，另一个进来的时候哀家已经倒下，视线里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玄王爷到。皇祖母，母妃。祥儿，过来。祥儿啊，
今夜你可要仔细看看，可有喜欢的姑娘？皇祖母，我恳求你，替我向皇上要一份和离书。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次试试。所有人大气不敢透一口，全场静的只剩下偶尔吹过的风声。我想与黎王爷和离，请太后准许。你当我玄王府是什么地方？太后不是说过，不管我要什么都……忽然腰身一紧，他竟被人一把扛了起来。众目睽睽之下，君夜璇将他的弟媳扛在了肩头上。璇儿，将他放下来！君夜璇，你放开我！顾云熙也气得红了脸，他不要脸，他还要呢，这混蛋太过分了！璇儿，你，本宫让你放他下来，你……这丫头不知好歹，敢嫌弃楚离，如此不知天高地厚，难道本王不该好好教训教训她？君夜璇不理会各种震撼到极点的目光，扛着顾云熙就这么走了。玄王爷，你以为你现在什么身份，跟我如此亲近？你说呢？玄王爷，你母亲还在外头，你听到她的呼唤了吗？外头果然传来了容妃的呼唤。璇儿，你太放肆了，她是你弟弟的王妃。声音饱藏着怒火，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得出来。君夜璇，你是阿离的四皇兄，也是我的四皇兄。你不是要和离吗？既然你不想当楚离的娘子，那么你对本王来说也不过只是个外头的女人。外头的女人，本王想要就要，何须给任何人面子？他忽然一挥手，就连外头的容妃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撕开了顾云熙衣上的声音：“璇儿，你住手！她是楚离的娘子，璇儿。”容妃娘娘，王爷说过，不许任何人进去。娘娘请回吧。本宫是任何人吗？本宫让你滚开，听到没有？见他始终一动不动，容妃再次抬起手，又是重重一个巴掌落下。燕北依旧屹立不倒。别这样，别这样，求你了！求本王。君夜璇低头，薄唇在他脆弱的肩头上划过。求你，我求你行不行？你不要这样。君夜璇，你没有资格这么对我，你没有资格。哼，想哭？本王是不是很久没见过你哭了？其实你哭起来的模样真的很诱人，要不你再哭一次给本王看看。顾云熙用力咬着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地忍着不能哭。君夜璇的大掌从他的胸口移开，一路往下，忽然将他的裙子一把掀了起来。你个魔鬼，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不要和离了，我不离开阿离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敢了。顾云熙真的哭了，以为他只是吓唬自己，可没想到他真的疼得浑身紧绷，疼得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我们不要吵架了，好吗？君夜璇低头，薄唇压在他的脖子上，声音极度阴哑，带着隐忍的痛。只要你乖乖的留在王府，我还像从前一样疼你，好不好？我不，你放开我，阿离，阿离救我，阿离！四皇兄，君楚离回来了，可他万万没想到，闯进来之后见到的竟然是这样的画面。燕北可以拦任何人，但却永远拦不住黎王爷。君夜璇眸色一沉，高大的身躯将顾云熙彻底纳入自己的怀中。四皇兄，不要！君楚离没敢过去，怕让顾云熙更加的无地自容。四皇兄，不要这样欺负他。君夜璇闭了闭眼，眼底的猩红渐渐散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是真的被气到了。给他选妃，他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竟然当众说出和离的事。他想离开玄王府，他想离开他，谁给他的胆子？他不允许，死也不许。